迎着风打碎了寒霜，把山河丈量，提青阳。地平线就在远方，轻轻地摇晃。好了吗，朋友们？传送蓝过千重山岗，身披着辽旷的月光。迎过了奔腾的浪，不问路多长。小石灰墨作长篇，写下九州盛世的诗篇。风还未满，月还未圆，催促着我狂奔向前。烈酒心苍边，塞外风沙如剑，我纵马扬鞭，追赶万里云烟。山川在后退，风为我加冕，你的双眼闪烁着火焰。长风破琴弦，赶走了5000年。我策马向南，踢下春意无边。马蹄声渐远，漫过了风浪，一生嘶鸣响彻天地之间。踏着清风浪，山山如雪，追赶明月啊，手中歌声。迎着风打碎了寒霜，把山河丈量，提青阳。地平线就在远方，轻轻地摇晃。传送蓝过千重山岗，身披着辽旷的月光。迎过了奔腾的浪，不问路多长。有朋友问我喝的啥呀？哎，咱也不用这么刻意吧？啊，老姊妹儿，咱不用这样。墨作长篇，写下九州盛世的诗篇。风还未满，月还未圆，催促着。有朋友说干了干了，你是不是酒桌咖吧？你是平时没少混酒局儿，就是劝酒这一块你是挺能的。我喝口可乐吧，你说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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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奔向前，烈酒心苍边，烈酒心苍边，塞外风沙如剑。我策马扬鞭，追赶万里云烟。山川在后退，风为我加冕，你的双眼闪烁着火焰。长风破琴弦。当然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虽然说什么喝酒这是开玩笑的啊，因为我也希望咱家朋友们以后在职场当中或者在跟朋友们交际当中，千万不要做劝酒这件事儿啊。我就是真的不要去劝别人喝酒，记住了，真的不要劝别人喝酒。第一是啥呢？第一，你如果人喝完酒出点啥事儿，你就算谁的，对不对？最主要是其实是这件事是保护自己。你当时你呱呱劝完人喝酒，人喝完酒之后出点啥事儿，你是不是得负责，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确实也别强迫别人做不想做的事儿，就像你不想做的事儿，别人就强迫你做，也很奇怪。就是你愿意喝你就喝点，你不愿意喝你就不喝，你没必要劝别人喝，好不好？嗯，是的，这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就是保命小妙招。我策马向南，踢下春意无边。马蹄声渐远，漫过了风浪，一生嘶鸣响彻天地之间。踏着清风浪，上山如卷，追赶明月。有朋友说好久没有听到哥哥的声音，甚是想念。哥哥没有上来跟你聊天，你不能就是看看哥哥演过的剧吗？嗯，哥哥的剧是让你难以看不下去，劝退。几顿歌声。有朋友说这个因为太久没播了，所以就是靠这个回放续命的。当然也不至于啊，因为我确实最近事儿比较多，是不是朋友们偷偷摸摸干了很多大事嘛？是的啊，就是因为我也没闲着，我只要但凡闲着，你看我今天咱家朋友一定都知道我刚下飞机嘛，我刚下飞机
就上来直播了。哎，但凡我其实但凡是有干啥大事儿了，管理把这个人给我踢出去。我的直播不欢迎这种假粉丝，就是不是说不欢迎路人啊，路人是欢迎的，但是就这种假装很关注我，但是我干啥了他啥都不知道那种人，非常气人。我怀疑他是潜伏在我这个直播间里的黑粉。最近干啥了？最近这抠脚，最近自己在家学美甲呢。嗯。烈酒敬长远，塞外风沙如剑。我纵马扬鞭，追赶万里云烟。山川在后退，护卫我加冕。你的双眼闪烁着火焰，长风破琴弦，弹奏了5000年。我策马向南，踢下春意无边。马蹄声渐。朋友们，现在你正在收听的这首歌是来自……哦，等一下，我换个音色啊。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刘宇宁为电视剧《冰湖重生》演唱的 OST 歌曲《追风》，希望大家喜欢。迎着风打碎了寒霜，把山河丈量，提青阳。地平线就在远方，轻轻地摇晃。这首歌呢，歌手刘宇宁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那种对江湖、对美好未来的一个向往。每次当我听到刘宇宁这位歌手唱歌的时候，都会心中莫名燃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鼓舞着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当中能够有更好的前行的动力。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追风》。夜酒敬长远，塞外风沙如剑。我纵马扬鞭，追赶万里云烟。山川在后退，风为我加冕。你的双眼闪烁着火焰，长风破琴弦，弹奏了5000年。我策马向南，踢下春意无边。马蹄声渐远，漫过了风浪，一生死铃响着天地之间。踏着清风啊，上山入卷，水染明月啊，气吞河沙。好的，有朋友说哥喝的什么可乐吗？错，我喝的不是可乐，是可口可乐。烈酒敬长远，塞外风沙如剑。我纵马扬鞭，追赶万里云烟。山川在后退，风为我加冕。你的双眼闪烁着火焰，长风破琴弦，弹奏了5000年。我策马向南，踢下春意无边。马蹄声渐远，漫过了。当然，再次在这感谢一下啊！当然，我每次都是这样的，我要感谢这些支持我的朋友们嘛啊，就是很多朋友去买了这个我合作的产品，无论是哪个品牌，包括完了都得说一遍，包括可口可乐嘛，包括碧浪，包括海飞丝，是吧？这些产品都是就都支持了一下，对，就是非常感谢。但是我希望朋友们也是还是那句话啊，按需所买啊，就是别买完之后呢，你到京东上面把这个可口可乐什么东西都买了，包括碧浪啊，包括海飞丝啊，在京东上购买完了之后，其实你为了就是那个周边，然后莫名其妙到闲鱼上就把那些就是正常的产品给出了。欧蕾对，包括像那个欧蕾啊那种身体护理这个整个产业链都支持一下。你买完这些像欧蕾这种产品之后，你把产品到闲鱼上出了，然后把周边留着了，我觉得那个就是没必要的一个行为，对吧？
是不是这意思啊？啊，嗯。当然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就是根据自己所需去购买啊。当然，这些我想说，我合作的品牌，首先我是一定使用的，或者是去饮用的，或者是食用的，我是这样的。哦，有一些包括有一些东西就是找过来，我知道我不会用这个东西，那我就不会去合作，我基本是这样的啊，因为没必要。啊，没必要，因为我我可以多唱几个歌也能让自己过得很好，没必要去靠这个东西去让自己对，就是消耗各位的这个，让各位有一些压力嘛，是这样的。有朋友说零食来一个，零食，嗯、零食不是，就是有一个问题，朋友们是这样的，虽然各位都是小馋猫了啊，都喜欢吃零食。刚才有朋友说，哎，可乐、炸鸡都买好了，但是问题是，零食这东西你得人来找我，不是说我有，我以我我我想合作就能合作，人得是找我，你懂吗？啊，所以希望看看有没有什么零食品牌来找我，然后那个什么，让我合作一下，因为我朋友们都挺爱吃零食的，啊、一个个都是小馋猫了啊，嗯。像是天地之间，它的清风啊，上善如卷，追赶明月啊，西城河山。有朋友说媚眼接住了，谁给你抛媚眼了？我眼睛这么小，哪有什么媚眼儿？啊，没有啊。OK，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歌手刘宇宁在酷狗为大家演唱的《若能在你眼中》。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白日提灯》的一个 OST，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触碰到的如影的记忆，散影落入心底的声音。假如可以这样轻轻唤着你，像温柔一瞬间抱紧。可空咫尺，纷飞着心绪，献上百年，记住一个名。人间爱恨悲欢，盼共同场景。尘埃为遗忘或远离。就算朝夕换了，黯淡了，消散了，却又会怎样？只为唯一的你靠近你，奔向你，抚平最痛的伤。奇迹般的、永恒的、灿烂的，剩一切荒凉。何妨余生完整，伴你跨过无尽的漫长。隔空咫尺，翻飞着心绪，献上百年，记住一个名。人间爱恨悲欢，盼共同场景。尘埃为遗忘或远离。有朋友老大那个脖子怎么红了？没有，我有点难受，所以我刚才可能揉了这几下这个地方，红了，没事儿啊，这是刚搓的，没事儿，嗯。你
就算朝夕换了，暗淡了，消散了，却又会怎样？只为唯一的你靠近你，奔向你，抚平最痛的伤。有朋友说，开推被吓到了吗？开推啊，估计朋友们前两天看我在录开推嘛，开推还好啊，我真的觉得，呃，其实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今年我其实没那么害怕了。就是我朋友们，我跟你聊的都是一些做艺人的角度啊，包括节目效果。因为我这人就是比较的，做什么事儿呢，都比较相对说，在客观当中去做事儿，但是投入其中之后呢，又非常的主观。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从客观角度来说，其实，在综艺当中，胆子小其实是有综艺效果的啊，你知道吧？是有综艺效果的，他就因为你就是很反差嘛。比如说，你看刘宇宁1.9米大个子，然后一到那个节目当中就吓得这个胆儿特别小啊。这个其实是有综艺效果的，是有反差的，是让大家所记住，且是有综艺的点的。但是奈何今年就完全不害怕，我倒也不是说不害怕吧，我可能只有20%的害怕，就是这种的。真的啊，可能就是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阅历的增长，感觉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了，已经现在是，啊，好像就真的没那么害怕了。有朋友可信度几乎没有，真的今天这个不是搞笑，也不是开玩笑啊。就以前我可能会说，哎，我刘大胆儿什么的，但今年确实我就是胆子确实大了。所以这也告诉朋友们一个道理啊，就是如果你心里总想着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就能够达成。我总说自己是刘大胆儿，刘大胆儿，那最后真的就变成刘大胆儿了。啊，我总说自己说我有个外号叫做流口水。你看想着想着莫名其妙坐飞机睡觉的时候就是流口水了。奇迹般的、永恒的、灿烂的，剩一切荒凉。何妨余生完整，伴你跨过无尽的漫长。对，说自己不恐高，慢慢可能就是对恐高的那种恐惧也下降了很多。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朋友们，你们我觉得以后在生活当中也是，其实也很多困难啊，或者是一些你看似你突破不了的东西，其实有可能是有很大的可能去突破的啊。喜欢看你吓哭，我现在真的不害怕了，我真的不害怕，不骗各位，到时候你们看节目就知道了，你们看节目就知道，我真的是不害怕。但我当时我就那种不害怕，会让我产生一种怀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我见到那个场景的时候，真的不害怕的时候，我又担心节目效果不好。我说我要不要装一点害怕？但发现装完之后，因为我那个害怕是边笑边害怕，又很假。后来索性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不怕。为你画一场雪，一杯酒，一片雨，赋一。有朋友说，那你不害怕，咱俩晚上小树林见。我是不怕综艺里的这种 NPC， 但是我还是怕这个地球 online 的 NPC 的，明白吗？这个地球 online 的 NPC 还是有一点恐怖的，不敢去。少女梦，若能吻你的手，你的眼，你所有悲喜替你承受。宿命赐予眷顾我的与你，便不敢放手。而我愿为烟火燃到最后，换一。而且呢，在开推里边呢，就是我确实不是害怕这个NPC，因为我知道他是人假扮的嘛，因为他最终还是要受到法律，也不是说法律吧，首先首先去那个节目里去能当 NPC 的，肯定就是这个就是经过一些背调的啊。就最后如果他真的触犯了法律，是很快可以抓住他的。
但是在地球 online 这个游戏里呢，如果我去了，有一个人约我去小树林儿，然后我去了之后呢，我可能就是我是不怕鬼，但是有点怕流氓，不是，有点怕那种歹人，哎，而且小树林那么黑，确实有点抓不住你啊。是回眸。对，如果朋友们那个你觉得那个屏幕上那个烟花特效会干扰你，然后它下面有一个设置，里边应该是有3个点儿吧，你设置完里边有个清屏，清是就是关闭礼物特效，有一个那个选项，你就可以那个什么。当然这个礼物，朋友们不要听到礼物这个关键词，好像是触发了某个节点，礼物是免费送的，因为微博特别好，他给我直播，为了我怕我这个直播氛围不好。他给我做了很多那种特效，让这种气氛非常的火热，感觉刘宇宁非常受欢迎。哦，是的，非常气氛非常好。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这个礼物有点那个什么，挡的话，那个连评论都关了。哦，那你那是你的选择。有朋友，宁哥你玩蛋仔派对吗？我不玩儿，不玩儿。不喜欢。蛋仔，嗯，是你玩儿还是你家孩子玩儿？哦，也可能你也是个孩子啊，有可能你是小朋友玩儿。啊，行了。啊，为什么莫名其妙问了这么一句？朋友们，刚才就像刚才有朋友说，宁哥你玩蛋仔派对吗？我不玩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没找我合作。有朋友说，宁哥你玩王者精英，王者荣耀吗？王者精英，你玩王者荣耀吗？我说那玩，因为我给他唱歌了，我确实玩啊。就像刚刚有朋友问说，哎，谁谁谁的剧你看了吗？我没看，因为为什么？凡是没找我唱 OST 的剧，我都不看，不喜欢，单纯的不喜欢。嗯，所以刚才我放了2首歌，一首是这个追风嘛，就是那个冰湖重生的时候，那冰湖重生那个剧的一个歌嘛，我就看了，包括白日提灯，我也是看了好多集啊，非常的棒，非常好看啊。刚才里边那首歌叫《若能在你眼中》，也是非常的好看啊。我就是这样的啊，以后不要问我说，哎，看没看过这个，玩没玩过那个？我没找我合作，我都不玩，没找我唱 OST，我都不看。啊，不是说人剧不好啊，只是我单纯不喜欢。不喜欢没毛病吧？没问题吧？我不喜欢。哦，个人问题。那说到这个好看，最近好看的剧，除了刚才那2部以外，我就不得不提到还有一部叫做《岳林奇迹》的一部剧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歌手刘宇宁演唱的《玉眠》。这首歌呢是来自电视剧《岳林奇迹》的一首 OST， 让我们一起倾听这份美好的旋律。月色蹒跚，寂静的蔓延，烛火烧着再见，困在这深渐来的光环，无人讲的心酸。可叹可怜，不甘不甘。
我只想再借个明天，再回去故乡看看，在所有苦涩遗憾，抓着渐行渐远。我不想把眼泪擦干，把悲伤刻得太浅。不想童年。黑夜白天，心辗转难眠，影子数着孤单。冷雨山前，旧时的屋檐，伤心人都沉眠。一段尾，断线，一段缘，断缘。有朋友说我要去吃饭了，你要跟我一起吗？偷了个春天给你。你这人怎么那么自来熟啊？我要去吃饭，你要跟我一起吗？你拿着手机，我就陪你去吧，去吧，去吃吧，吃。去。看山花开一遍，在风里喝酒饮乐，苦苦撑起誓言。许是我孤。你说这个，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刚有朋友说那个一起那个吃饭，问我要不要一起，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前两天那个啥嘛，前两天不是清明节嘛，清明大家也其实咱家朋友都知道啊，我那个回老家了，因为我每年清明都会回老家，然后去扫墓嘛，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这乡音无改鬓毛衰。哎，突然引起诗来了，为什么不知道？就是反正就回去那个什么了嘛，回去扫墓去了。我看咱家朋友挺好啊，就是没有去。我觉得我特别感谢各位啊，就是真的是，给了我很多个所谓的个人空间啊，起码就是没有去到某个地方去堵我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啊，就是还真的是蛮那个什么的，蛮尊重我的，我觉得是挺好的啊，非常尊重我。然后呢，我那天呢，我就其实回老家了，回老家那天扫完墓之后呢，我就跟家里人吃了个饭，跟家里人吃完饭之后呢，我就那天就莫名其妙的，就是有一种不知道什么啊，就是一种可能人上了年纪的感觉啊。其实很怀念从小长大的地方，包括以前我在丹东那个城市生活的一些，生活过或者是走过的一些路吧。那天呢，我就特别的，我觉得这么讲有点干。等一下，找个 BGM。然后呢，我就想说在路上走一走，然后包括去我们家老房子看一看啊。其实那些我就不分享了。然后呢，后来我知道你们大家都知道丹东有个地方叫锦江山吧，就是如丹东人是知道的啊，锦江山公园儿。它是一个公园儿，然后呢，我们小时候小朋友都会一直结伴呢到那个公园里去玩儿。那个公园呢也有动物，有猴山呐、有狼啊，有老虎啊，什么这种的。然后大家小朋友就一块去玩儿。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山上还是收费的，门票好像是10块钱还是多少钱，我忘了。但是我去那个公园基本没花过钱。锦江山公园啊，为啥呢？因为我总是跟那些小伙伴们，因为很小嘛，上小学的时候，跟小伙伴们就从后山爬，从后山大山里绕，因为绕进去的话，因为山和山都是相连的嘛，我从山里进去就可以不走那个正门了嘛。
不是翻墙，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山和山是相连的，如果我绕一个大圈从后山上去，走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直接走到公园里，不用从正门走。哎，是这样的。好身手不是好身手，就是小的时候都会这样嘛，就是这样就不用花钱了嘛。然后那天呢，我就前两天回丹东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啊，自己一个人就去，就是一路走嘛，我走了好多的路。我那天大概我觉得步数的话，应该走了3万多步吧。我就去了锦江山了，去溜达了一趟，然后回忆了一下小时候。然后呢，当我出来的时候，说实话，我确实累得不行了，我觉得我脚都要磨破了。但是我最后呢，又想去一个地方，就是想去江边看看啊，丹东鸭绿江边嘛，大家都知道啊。于是呢，我想说去江边看看，去江边看看，然后去看看我以前，因为我以前在江边的时候做厨师的时候，在很多饭店里打过工，然后没事儿也会去江边溜达，然后我可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上山下海的可不是吗？去了，然后我就从那个锦江山公园门口出来，我就先打车嘛，因为我实在走不动了，我打个车吧，丹东那边叫滴滴也不太方便，我就打车。然后呢，我就站在路边拦车。这个时候呢，我看有个空车开过来了，我刚一举手，发现我前面有2位女生也在招手拦车嘛。然后呢，我就把手放下了，然后那前面那2个女孩就拦下车了，他俩就上车了，坐在这个出租车的后排。然后我就寻思，我就等下一辆嘛。结果过了一会儿，那个司机就开过来问我说：“小伙，你去哪儿？”其实，在这种，我不知道你们那儿啊，可能北京、上海差一点，但是北京、上海什么杭州啊这种差一点，但是其实，在小城市拼车这件事是非常平常的。然后他说：“小伙，你去哪儿？”我说：“我去哪儿都行，你给我拉到江边就可以。”他说：“好。”他说：“好，你上来吧。”然后我就上去了，我就坐在副驾驶上。然后呢，我坐在副驾驶，那当天我也穿的比较土里土气吧啊，也不是说穿土里土气，就正常衣服嘛，日常的衣服，戴着口罩，戴着帽子。然后就听后面那排坐2个女生在聊天啊，他就在问说：“哎，那个司机师傅啊，丹东有什么好吃的？”然后那个司机师傅，我们丹东的司机师傅，出租车司机师傅都很好，一顿分享，说谁家特别牛，然后谁家特别好，然后说，然后当时我这人你知道，朋友们，我这人社恐嘛，我真社恐，我就很少说话，但是我实在他说的那个有点，他就是挺能讲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家店在哪儿啊？我给我说的我都想去尝尝了，我说那家店在哪儿啊？他就说在哪儿，我说哦，我说他家很好嘛，他说好，怎么海鲜新鲜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说哦，那好吧，然后我就坐着嘛。然后这个后面2个女生呢就特别健谈，这2个女生是从外地去丹东旅游的，来自哪儿呢？从安徽来的。他就一直跟那个司机师傅说他们是来自安徽的，然后说还考司机师傅呢，说你知道安徽的省会是哪儿吗？我当时坐在车上，我当时也坐在副驾驶嘛，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你只要听到了，你就会思考嘛。他就说：“你知道安徽的这个省会是哪儿吗？”当时我在想，安徽的省会是哪儿来着？哎，好熟悉，安徽。哦，对，安徽合肥，但是我知道这个答案嘛，但是我不能回答嘛，我整得像我机智问答说，请出题，安徽的省会是哪儿？然后我在前面抢答了，我说，合肥，那也很奇怪，所以我就没说。但是那个司机师傅呢，就半天没答上来，说，安徽省会是哪儿？我还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然后后面那2个女孩说：“是，你看，那你知道黄山在哪儿吗？黄山你知道吗？”哦，司机师傅啊，黄山我知道，黄山我是肯定知道。然后那2个女孩就自己吐槽说：“我们是安徽的啊，但是你看我们是安徽的，很多人知道黄山都不知道那个它的省会是哪儿。”
我就这个时候我这个小帅哥在前面也没说话嘛，我就继续坐车往前走，然后我就快到地方了，但就是那个司机师傅给我开了好远啊，然后给我放，我就说，因为我知道，因为他以为我是外地人呢，啊，然后他说那个，就说意思小伙儿，那个我江边我给你放江边你去哪？我说我去哪儿都行，其实在一个那个司机脑子里是很奇怪的，因为他就知道去哪儿都行。如果你是本地人，你肯定知道去哪儿，或者你去哪个饭店。因为我当时的目的就是想要去到江边，在江边走走，其实他给我放到哪儿都行。然后呢？绕路嘛，其实也没绕路，只是说一个大直道，他可以早给我放下，但是他走到其实我们江边的尽头了，给我放下。我说没事儿，然后呢，我就给我放下了，临下车，我说因为我知道在哪儿嘛，我看快到江边，我就跟师傅说，我说师傅你就帮我放这儿吧，给我把这放下吧。他说我给你开到前面吧。结果这个时候后面两个女孩开口了，跟我说话了。他说那个后面两个女孩说帅哥，我说怎么了？喊我帅哥，朋友们，你看看，朋友们有很多朋友们在这个行业里混粉圈里说我刘宇宁丑，我不认，因为他们这帮黑粉说什么说刘宇宁长得丑啊，喜欢他的说他长得帅的都是他的粉丝，他的粉丝才说他长得帅，路人都说他丑。你看看打脸的时刻来了吧，两个路人坐在我后面根本不认识我搭车的，他叫我帅哥，这就是民意，这就是民意调查，他叫我帅哥，他说帅哥，我说怎么了？但是我没有这么猥琐的嗓音啊，我说我没不是这样的，我说他说帅哥，我说怎么了？当然也没有这样了，我就是开玩笑啊。他就说帅哥，我说他说那个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去吃饭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那个饭店呢，我们两个人就是会点的东西会很少，比如说点多了的话，我们可以多尝尝不同的菜，但是如果只点我们两个人去，可能点个2个菜就够吃了，就浪费。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去吃饭？然后咱们 A 一下。他要跟我 A， 朋友们，他要跟我 AA 制，他要给我。我当时其实我是这样的，我当时心态是2种啊。第一种心态是什么呢？第一种心态是正常心态。什么叫正常心态呢？就是因为我不可能去跟他们吃饭啊，我只是觉得这事好玩。第一我不可能跟他们去吃饭因为我有我的目的，我有更重要的事儿，我不可能跟他们去吃饭啊，这是第一点。就是因为我就是他就是说他对我也不可能。第二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正常的思维嘛，就我不去啊，我不可能去，我可能去吗？我一旦去叫人认出来了，你说我是请还是不请？我好歹是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咸鱼代言人，京东代言人啊，欧蕾身体护理系列代言人，海飞丝代言人，对不对，朋友们啊？碧浪代言人，酷狗中国酷狗音乐代言人，对不对？我毕竟是就是身份在这儿了，朋友们。你说这顿饭吃完了，我说行，咱们 A 呀。感觉我在这个行业混得不太好。咸鱼说了吧，咸鱼。京东也都说了啊，没有我落下的啊，是不是？所以就是我得请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是2人，我又素不相识，我就请人吃饭，我就觉得心里很亏。再加一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不饿，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去那个济阳山之前，我刚吃完那个拉面。
于是乎呢，我就拒绝了他们，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什么呢？AA 制，我可是很多品牌的代言人，你跟我 AA 制，你知不知道有很多我就随便直个播，都有人邀请我去小树林儿。我开玩笑，什么东西小树林儿，莫名其妙的。我的意思就是，还让我出钱，不可能。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啊。所以后来就拒绝了，我就说我就很礼貌的说，我不用了，谢谢了。我说谢谢了，我吃过了。那个行嘞，那你们那个在丹东玩的开心啊？我忘了我说没说这句话了，我好像就说了，但是我心里是那么想的，因为来我们老家去旅游，我当然都是欢迎的嘛。然后我说那个，我说我不去了，谢谢谢谢。那个我刚吃过了，不饿啊。然后我就下车了。当天空的云魄流向有朋友说真不是粉丝吗？那怎么可能是粉丝啊？怎么可能是粉丝？肯定不是啊！因为人家这个纯是偶遇，打车人家坐在西安上的车，然后我能不能上车都是不一定的，不是粉丝。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只有粉丝才能叫我帅哥，对不对？啊，你还质疑了？真不是粉丝吗？啊，真不是吗？我不信，我不信路人能管你叫帅哥，是这意思吗？直到软弱，你便只好的望，我看不破。直到这爱变成一生的梦，曾谎言到你心中有爱抵达要多久？而你的泪，我的痛，全都是爱的毒。有朋友说那个什么，说竟然没认出来你，没认出来很正常，很正常，朋友们，因为我平时日常当中，就是各位在舞台上可能看我画的跟个鬼似的，像一个艺人，但是我私底下就特别素啊，我就一看就不像明星，特别土。哎，特别素啊，就不，其实我能当明星，纯粹就是这个祖坟冒青烟了。是的。我睫毛还着绳索，就放手去沉默。爱一旦入喉，宁愿一次有朋友，那你现在化妆了吗？没化，没化。放手。有朋友说开心，今天第一次看您直播。好的，也希望没事儿，我直播的时候没事儿可以过来溜达溜达啊。此时此刻，如果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好不好？关注一下我的微博，下次直播的时候就会提醒你了。关注我不丢人啊，我可能就是你茫茫关注当中的一颗，这个不就是在你那个关注列表的一个小卡拉蜜，关注一下啊。爱是一种毒酒，让人失措。有朋友说开心，第 N 次看你直播。行嘞。下你的解药，这着了魔，骗自己爱一次就足够，就算从没有真心。有朋友宁哥，你去江边有人认出来你吗？没有，没人认出来。嗯。
没人认出来我。迎着风打碎了寒霜，把山河丈量。提起而且那天其实我很开心啊，就是我好像就是我去了很多地方嘛，啊，就在丹东那个城市，因为我自己就想，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想干嘛，但是就是觉得好像离家那么多年了，然后就是就是想回去看看，然后还有一些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啊，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然后都已经变样了，然后想回去看看而已。然后那天我还在，而且那天是这样的，因为我真的很多年没有坐公交车了。我好多年没有坐公交车了，朋友们。那天我回丹东还坐了一个公交车，啊，我不知道，因为就是现在出门要不就叫车嘛，要不就叫车，要不就是自己那个团队开车嘛，啊，或者是别人那个就是任何工作上都是有人安排坐车这件事儿。然后呢，那天回去我就想说，我坐公交车去逛逛，感受一下。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你已经和这个不是说和时代脱轨了吧，就是你因为我确实好多年没有坐公交车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也很少坐，可能坐地铁多一些，对吧？但公交车很少坐，有朋友肯定是的。然后呢，我那天就坐着公交车，上车之后呢，因为我知道我小时候坐公交车是1块钱，1块钱就坐公交车嘛。但是现在大家都没有现金嘛，大家都没有现金嘛。然后我就上了车，我肯定也没有现金嘛。然后我就上车了，上车之后呢，我还在想呢，我说怎么办？我没钱，没有零钱，怎么投币啊？难道坐公交车也要扫码付款吗？也要扫码付款吗？刷卡，我没有卡呀，我没有公交卡呀，对吧？我就是，然后呢，我说有朋友说不会扫码，不是不会扫码，扫码肯定会啊，我超市还是逛的好不好？嗯，我还是没有脱离生活的，我只是说好久没坐公交了。说扫码乘车，我说好呀，我想的就是跟那个超市啊，跟我们平时买衣服啊，买什么那个食品什么付款是一样的，买菜付款是一样的，扫码付款嘛，上车有个二维码一扫付钱嘛，我就以为这样的嘛。结果我一上车之后，我就当时我也就那个师傅我就问师傅，我说那个师傅怎么付款？哦，他愣了一下，看我一眼，他估计说小伙儿你装什么？你意思你平时开车啊？看你早上跟个电工似的，还不会坐公交车，你还在那儿整的像你第一次坐公交车，还问怎么付款？因为是怎么刚好巧的是什么呢？是我前面都是老人，前面是3位老人，那3位老人都刷的老年卡，然后他们就没付款，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付嘛，然后他又说，他说那个什么那个弄乘车码，我说什么乘车码？什么乘车码？他说是那个他就也不耐烦，他一边开车一边说，就是那个啊小程序搜乘车码。我说哦，于是我就站在那个付款的地方搜了个乘车码，然后研究了半天，哦，我大概知道，就是现在很方便，因为那个以前我们投币那个东西都是像我也跟超市一样，扫码啊，扫码哦，就是给你出示个二维码一扫，它就直接扣费那种的。但是你要授权什么自己的那个，地平线就在远方。有朋友说跟我回家一样，什么乘车码？是，确实很久没坐公交车了啊。但是打车一般我去哪儿还都打车嘛，对吧？但那天就是当时我还觉得很新鲜，我自己还录了个视频。我那天录了个自己坐公交的视频，你看给自己开心的。诶，哦，对我就是莫名其妙的啊。轻轻的摇晃，
春松揽过千重山岗。有朋友没座吗？有座，但是没去抢。我站在那个地方，因为我毕竟朋友们，我跟我的任何身份，什么是我跟从事的行业职业没关系，但我毕竟是一个帅哥。像我们这种帅哥，就是有一种什么呢？一定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男子气概。我当时我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我面前刚好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上车之后，我就站在一个人前面嘛，我眼看着他就是到站了，他要下车了，我就站在那儿，我眼看他要下车了，这个时候我想说，那我要不要坐一下呢？如果我坐下的话，我就坐远一点，我就可能坐到那个公交车总站去感受一下，我就站着嘛，站着，然后我看我前面眼睁睁那个女的是个阿姨，她起来了。他准备要下车，那我寻思他下车我就坐这儿呗。我刚就是这个念头刚动，就听旁边两个人，其中一个女的跟另外一个女的说：“哎，你过去上那儿坐，你过去上那儿坐去。”我往右一看，是两位，也不能说阿姨吧，姐姐吧，啊，50来岁啊，两位姐姐。其中一个姐姐跟另外一个姐姐说：“哎，那个人下车，你上那坐，上那坐，因为那个座就在我前面。”我就看了他一眼，看了一下那个座位，于是我就帅气的左转走到了后面。朋友们，朋友们，那一刻，朋友们，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真的帅爆了，朋友们。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帅爆了。可能我平时有10分的帅气，但那一刻把那个座位，公交车座位让给那位姐姐的时候，我觉得我帅爆了。You are the one, my love. 그대, you're my delight of all. 그대는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太帅了。나의 사랑이죠. 有朋友司机说哪来的傻大个搁那站着不坐？行吧。You are my destiny. 그대, you are my destiny. 그대. 有会儿也不敢跟阿姨抢，没想到这一层，真的没想到这一层啊！我当时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装的人，不是，从小就是一个很帅气的人，就是我觉得就是给人让座或者不去坐那么一个座，因为我觉得我不坐那个我可能累不死，所以还不如就觉得自己很帅气，把那个座位让出去。我从小就是这样的，就这么装。我是那种，就是我们丹东有一句，也不知道是不是丹东的老话，叫做“瘦驴拉硬屎”。你们听过这个歇后语吗？就是形容一个人，你说你这个人的总是瘦驴拉硬屎，就是我们丹东有句话叫“辣硬”，就是我就是一个辣硬的人。
没听过是吧？没有，南方没有啊。拉拉硬屎就是那个形容什么？形容这个人强撑。啊，强撑就是比本来已经承受不了了，但是他去强撑，他就必须要那个面儿，要那个劲儿，就是形容这个意思啊。逞强啊，逞强，哎，有点这个感觉啊。嗯，哎，打肿脸充胖子有点这意思，哎，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啊，打肿脸充胖子，但是因为打肿脸充胖子有点贬义，但是那个瘦驴拉硬屎就是也有点调侃，但是不是贬低啊。啊，死要面子活受罪，哎，就是有点那个意思，哎，差不多那意思，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啊。哎，逞干巴强也是这个意思，对。嗯，所以就是从小我就那样，但我没想到这层，说跟阿姨抢有点儿。我刚才你说完之后，我突然想，如果我抢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啊？我如果抢完之后，他肯定会指着我的鼻子说：“小伙儿啊，你这么年轻，你这么帅气，你是不是帅哥？你不能让你家阿姨做吗？”我当时我肯定，他一叫我帅哥，我肯定就无法抗拒，我就站起来了。结局也是倒给他啊。哦，他肯定说小帅哥那个什么，你这么年轻，你给阿姨做呗。我肯定他一说帅哥，我肯定当时就受不了了。我当时扛不住这么真诚的赞美，我肯定哐哐我就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之后，那座位最后还是别人的。其实归根结底只是骗了一句赞美而已，我觉得没有必要哦，咱们别那么的虚荣，是吧？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如果我就地坐，我说不，他说帅哥你给我让我坐呗，让我坐呗。我说不就不啊，凭什么给你做？如果这个事儿真发生了，我要是被他印出来了，被他拍下来，他发到网上，他直接举起手机，把我刚才那个说凭什么给你做，我先做的，我凭什么让给你？把这一段拍下来了之后给我发网上，无论这个事儿是对是错，我都会成为娱乐讨论的，就是这个高点。我说的这个高点有两个词，第一是被人贬低的那个高点，第二是什么呢？是被人当做高点贬低的高点。所以为了一个座位，被人骂，呃，不善良啊，不谦让，我觉得犯不上。嗯，对，高点啊，被吃掉那个高点。内心戏很足，是要不怎么干演员了嘛？要不怎么干上演员了？得当演员呢，你内心得非常的丰富啊，要不你怎么去诠释好一个复杂的角色？有朋友说，此时此刻应该放一首《座位》了，什么意思？当时如果阿姨坐在那儿之后，我当时不帅气的转身走到公交车的后面，难道我要站在阿姨面前给她唱一首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他的是要这样子吗？有朋友说车上没人认出你吗？帅哥，你看看，正常你要是跟我提这个问题，我就不回答你了。但是你在问我在刷屏的时候打字的时候加上帅哥两个字，这一刹那我就一下就进入我的眼睛里了。人家是眼里不揉沙，我是眼里容不了帅哥这俩字儿。你刚才说，你看眼睛都大了。开玩笑了啊，开玩笑了，就是没有真没人认出来我啊！我都说了，我日常当中是很素人的啊，一点明星气质都没有，特别土。
看看腹肌吗，帅哥，帅哥，帅哥啊！看，哎，就一下就看得很清楚。嗯，有朋友说热搜10了，帅哥，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朋友们？是热搜10吗？真的啊？我有这个资格上文娱啊啊！文娱咋了？文娱怎么不是热搜了？是的，没事儿。24啊，没事儿，无所谓。我直播呢，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啊，我总直播。有朋友说，热搜10是假的，但是帅哥是真的。好的，好的，好的。月色蹒跚，寂静的蔓延。行，朋友们，那个等一下，朋友们，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我隔壁邻居好像打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样，那个我去看一眼，朋友们啊，我去看一眼，你们等我一下啊。哎，你们等我一下，我去看一眼，我也给你放个 VCR，我看一眼去啊。Make magic， 我和你 ，Cause we make magic 在一起。许多故事在我们面前追寻独一无二的对白。和你踏着时间冲过回忆，勇敢向前将梦想打开。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声音的包覆感，让这些不同的声音透过我们的和声的设计，透过我们编曲的设计，来制造出在一起的感觉。这是我想在音乐当中去表达出的加你更奇妙。迪士尼它是非常全世界的，因为我觉得我不管在哪里，其实大家都会看到很多喜欢迪士尼的粉丝朋友们，包括我的粉丝们，大家共同喜欢一个东西，热爱它，从它身上得到力量，得到快乐。我特别喜欢上海迪士尼嘛，所以在5年前能够跟他合作，那个时候就好开心，好开心。然后没想到10周年的时候，我又有这个资格去唱这个歌，我就觉得哦，那更开心了。好像这种延续也好，这种缘分也好，又在继续，很期待。每一次录迪士尼的歌曲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那这一次要纯粹的给大家带来欢乐，你就会在自己的声音里让自己年轻一点，把这种热情、欢乐，然后注入到这个歌曲当中。相信着手向着天，愿望升起的瞬间，愿你微笑在身边。小小有点难，就是它低的地方很低，高的地方很高，所以还蛮考验唱功的。平时比较烟嗓嘛，其实可能会唱这种快乐的歌啊，比较可爱一点。其实我会有一点小担心，但老师说完全就打开唱，他会告诉我每一个词怎么样去顿，怎么样去换气。我们去笑在这个 ad-lib 之后，托老师的福，我觉得演绎的还是蛮不错的。这首歌曲有2个版本，我们会先发行一个流行的版本，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花车的版本。这一次的曲风我们叫它 Pop Funk， 它每个地方它都在挑战你的节奏感。你本来想要它是正拍落下的时候，它突然推了你一下，让你往前。每个心跳都有自己的节拍。今天我在录的时候已经听到他的声音了，他在身上那种活力啊，那种声音的那种质感也会影响我，也会感染我。
所以我就会被他的这个声音带着唱出平时我不会唱出的一些感觉吧。他唱得非常非常好。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很期待跟老师同台表演，希望老师也可以快乐的跟我合作这次。微笑在身边，更多奇妙连成线。Makes magic， 我和你 make magic together forever。你不在，大声不安，有点混乱，什么是混乱？本身的孤单，来想要更快的离开我可以来。千个日夜轮转，山有九鼎，阴压长江。忽见青岭尽血浪，吞没月光。万象列阵成长。你不在意的。我来不及大声不安，有点混乱，有点混乱，才发现什么是混乱。你丢下了我，只能很爱，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为我们的负担。我想要更快的离开，我可以来。行了，回来了。听错了啊，听错了啊。那个我以为是康康在那儿那个啥呢，就是在那儿那个打起来呢啊，原来在那儿看电视剧呢。我也没看清楚是那个白日提灯还是冰湖重生，还是说那个园林奇迹，我不知道他看哪个，反正在那看电视剧呢，里边哐哐打戏呢，我以为他们家里动手了呢，没有，然后刚才串台了，串什么台了？啊，这个啊，什么学生门费拿外卖那个是吧？哦，这个啊，行，知道了，不好意思啊，以后我会对我的直播内容进行审核的。不好好学习啊，后果很严重。但记住一句话，劳动最光荣。挑大粪也行，只要心不松。小学不背书，初中不写题，高中天天把拉手机不离手。老师说努力，你说随缘，毕业那天迎接你的可能是分痛，一旦接一旦分兄弟，分痛也有故事在里面。不学习可能要去加大分，不努力粪坑边上站站岗，但挑大粪的兄弟值得尊重，宁可一人脏换来万家香。
你说梦想当老板，当明星当大 V， 结果卷子零分，面试只会嘿嘿。最后一份工作分成4季或进攻，凌晨3点起，背着灯走街串巷，风里来雨里去，累活全忙。但他们让城市更近，让大家呼吸顺畅。这份活不敌人一打，不学习可能要去找老粉。有时候这歌硬是听顺耳了，开什么玩笑？这才是真正的音乐，跟生活息息相关的，讲述你的这个生活的，才是真正的音乐。This is true music。海里找方向，但每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挑粉的英雄也是诚实及原谅。有人说360行出状元，对本性也有状元，这传讲都是理。他说宁可一人抽回来万户香，这份骄傲不是谁都能扛，不是记录会在登录海撒学好了本事，你再来是你爱赛的。小本也心甘，别是被逼无奈。不学习可能找大分，不努力你也要把火点疯。人和只有值得别人尊重，好好读书。有没有帅哥？你喝的竟然跟我是一样，是可口可乐。行了，正好有朋友正好在写作业，行，好好写作业啊，好好写作业，就是不学习，你想跳大分呐？选自己想走的路。把江湖沉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柔。袖线挑落，风雪落宽处，梅花提了旧恩仇，长街绚满褪色灯笼。有没有帅哥今晚打算陪我们几个小时？你这话说的怎么有点难受呢？啊，你这话说的，你这一说我一听，我怎么觉得听起来有点难受？帅哥，你今天晚上准备打算陪我们几个小时？这个时候就别叫帅哥了，好不好？这是叫帅哥，就是职业上有一些混乱。照见指尖檐下暗涌，马蹄卷起无言回首。有朋友说迪士尼那天嘛，迪士尼那天，哦，反正因为那几天比较累嘛，就是也不能说累，不累，就是那个那几天比较仓促啊，因为要提前去到那个迪士尼里面去住着，然后就是要到那个迪士尼酒店里去住1天，然后就是因为啥呢？因为就是我不仅是参加那个活动，我在前一天的晚上还要去，就是等那个所有迪士尼收工之后，他已经关门之后呢，我们在凌晨的时候进去要拍 MV， 其实就跟5年前那个奇妙的惊喜那个是一样的，大半夜凌晨4点多去拍 MV 去。但是呢，就是也不是说宁哥火了或怎么样啊，就是如果说白天去或者怎么样的话，就是报批这块是过不去的。当地报批就不让进，怕引起一些骚乱啊，所以只能很多工作是大半夜弄啊。本来像你看5年前我们那个奇妙的惊喜的时候，当时我还能坐那个花车巡游呢，今年花车都没报批下来，所以没办法没上那个花车，就后来在那个地方快闪了一下。有没有火了？火了。然后呢，就是前一天去了，然后特别惨，就是人家说就是那个不好意思，那个宁哥那个啥，那个你尽量就别出酒店了。
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尽量就不要出你的房间，你在房间待着就好了，或者怎么样的，就不让我出去啊。后来呢也没出去，然后大半夜出去，凌晨的时候出去把那个 MV 拍了，然后第二天呢拍完 MV 缓了一下，然后第二天又一堆活动去彩排啊，包括那彩排那个歌嘛，然后后来就演了，就挺开心的啊，挺开心的。残碑刻满了情愫，哦，诗词鲜花。其实里边那些迪士尼朋友们就特别的，我觉得特别好玩啊，他们特别好玩。嗯，特别好玩，因为我们彩排的时候，因为你就是其实他们有很多规定啊，规定是什么呢？就是肯定是他们要始终在那个人物当中嘛，就是那些迪士尼的朋友们，也一定就所有的讲话呀，包括动作呀，包括那个这种就是他们都要在那个人物当中嘛。然后而且他们是不允许讲话的，当然那些迪士尼的朋友他们是不允许发出声音的嘛，对。但是呢，他们不能发出声音，但是他还一直想要跟你聊天儿。他想要跟你聊天，那个聊天是什么呢？就是互动。哦，他想跟你互动，就是。比如说米奇是不是很喜欢你？是的，是的，他们都很好的，他们这些朋友们特别好啊。就他总想跟你互动，给人家打手语。啊，就是这种。啊，就是他就是意思，他的意思是，哇哦，帅哥哦，真棒，他就这个意思，估计啊，我不知道，因为我看不太懂，但是就是他们就一直喜欢跟我互动嘛，所以有的时候就这样，嗯，他们跟我就是一顿互动，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懵，因为我大脑快速旋转，他什么意思？他这个手势什么意思？然后其中有一个那个迪士尼的朋友，我就不说是谁了，他说那个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这样，他说啊，我说是啊，他给我来了一套连招，我说什么意思啊？我说啊，但是我莫名其妙，我看到这些迪士尼的朋友，我就会想要说什么呢？说那个我就莫名其妙想用英文跟他沟通，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说啊，我说那我 what，他就这样 what 什么意思？然后他就来了一遍，他又来了一遍，他说我说啊，我说啊，我寻一个你呀、就是那个呸这个啊，我当时脑瓜子嗡嗡的。我心想，你们就是迪士尼的这些朋友，米奇、米妮这些那个唐纳德的，你们平时也关注网络上的事儿啊？你们平时也是刷这些 APP 啊？网速很快，因为那事儿发生了2、3天、3、4天。别开仙人山，四射刀锋手，明月悬弓射鳌首，天地同奏。嗯，哦，没错，所以可能就迪士尼这些朋友们当中，那个他们也有时候会关注到我。嗯，是的，是的，虽然人家是大明星，我属于小明星，但是彼此都是同行。把江湖沉入陈年酒，醉眼望断时而重游。袖线飘落，风雪落宽处，
没话题了就恩仇，长街绚烂褪色灯笼，朝鲜之间烟霞暗涌，马蹄卷起孤雁回首处。然后帅哥啊，你喝可乐，你可口可乐那个没打嗝吧？也打嗝，但是毕竟我是帅哥，我在这个屏幕前打嗝我觉得有一点不尊重各位观众，所以我就偷偷打，都是那种就是不让你听到，残杯刻满了情愫，这次鲜花赠我手。我怕我当时喝完这个一打嗝，在这个屏幕面前让各位，就是有些人觉得，咦，脱粉了。有一天人说，哎，你以前刘宇宁粉丝啊？是，他说那个，那你现在不是了？对，我脱粉了，为什么啊？有一次我看他直播，他在那个直播里边打嗝，让我感觉很恶心，我脱粉了。哦，你们会觉得这是一个脱粉很奇葩的理由吗？啊，还有更奇葩的呢，但不重要啊。他随流离休，任他就万里星穹压惊鸿。有朋友说不可能，脱不了一点，那这样。咱们就做个调查，咱们就是这样的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我喝了一口可口可乐之后，我在直播间非常粗鲁的打了个嗝，如果朋友说这件事会让你脱粉，你在公屏上打一个数字1。你说，如果说宁哥我不会脱粉，我觉得 OK 啊，这是无所谓啊，你打一个6，我看看有没有打1的朋友们。宿命像白昼，天和星入后渐流，抖落星辰作蒹裘，一开千人山色照到丰收。90%都是6啊，98%、97%。有一些打1的啊，打1那些的朋友们，那本身就不是我粉丝，我感觉啊，因为他后面连铁粉都没有。脱不了一点也不至于，可以脱的啊，无所谓，尊重你所有的决定。哎，有一首歌是尊重你所有的决定，是什么歌啊？巨星。有朋友说还有这样的歌，那当然了啊。有朋友说帅哥不行，我抗拒不了这2个字怎么办？只要有人在公屏打字打出帅哥2个字，我就会不经意的，就是情不自禁的去看这2个字，而且就是瞬间要把他的话记到脑子里。刚有人说帅哥啊，那个什么你盘的什么串儿？这么无聊的问题我都要回答一下。
月色攀山。盘的凤眼菩提，朋友们，凤眼菩提，呃，等一下，我找一个伴奏，什么，就是这样。朋友们，你们给我推荐个音乐，就是那种你们看过那种古装剧里边，就是可能是很早年的那种古装剧里边那些纯音乐，就很好听的那种纯音乐，有什么？就是那种古风的那种纯音乐，你们帮我推荐2首歌，哪首歌都行。你们就是以前那个古装剧里面那种音乐，《天空之城》是吗？《天空之城》浮光是什么？哇，这音乐太大了！我只是想讲一个手串，你直接给我来这种生死爱恨的这种的，你这哥们儿不是我没有太宏大了，这个你知道吗？就让人听到就鸡皮疙瘩会起的那种的。还是你看，所以我想问你，这一切，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有点这个感觉。就有一种已经在哭了，已经在哭了。这是哦，还有什么古箫吟风曲，我听听啊。这还行，这就很轻松。小时候，师傅跟我说，只要练好了武功，就可以下山驰骋江湖。还是对，所以呢，就是盘的是这个凤眼菩提啊，就是因为可能手串我现在玩的也比较久了，玩的比较多了。之后呢，就是反正最后觉得好像就是玩到头了，可能就玩这个吧，啊。我看很多朋友咱家那个，就也是因为我玩串他们也开始玩这个串了，而且我看很多朋友盘的比我好。你别看宁哥串多，我是那种床头就是好多种串摆在床头，但其实没有几串盘出来了啊，盘不过来啊。有朋友老大我在盘星月，星月这个东西吧，我也玩，我也有啊，我也玩星月，但星月莫名其妙，我就是每次
看的时候都挺喜欢的，但买到手之后我就都不喜欢了，因为那个东西吧，就是我觉得第一特别难盘，第一特别难盘，第二呢是它开始的时候给你的时候是白色的，就挺好看的，那盘到中间呢，就是变得那种不是那种好看的黄，是那种脏了吧唧那种黄，黄完了之后呢，色差每个色差又特别大，你好像只有说起码2、3年之后那个串儿才能看，否则那个中间那个时间那个串儿很丑。所以就是感觉埋了吧胎的，我就不太喜欢啊。星月反正我觉得怎么盘怎么丑，我盘啊。但是我看到那种长很多年的那种星月是有好看的，啊有好看的，但是也我觉得脏兮兮的，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可能个人不太喜欢星月啊。有不星月放那儿就行，是我买个串儿我搁那放的，我不如放店家里呢。有朋友说星月买完就放的放，那我为什么不放在那个店家那儿？我不买呢？放哪儿不是放？放他那儿呗，我还省钱。有不放那儿不盘，是不是？不盘你买它干嘛？哦，买了库克猴头啊，哎行，这些都是比较那个好盘的东西啊。老大，猴头盘花了怎么办？猴头盘花了，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其实因为我也算半个文玩爱好者了，就是你们说的这些文玩的东西，我都能多少跟你们聊一聊啊。库克就是盘花了怎么办？就扔了，再买一串哎，扔了再买一串特别有道理吧？行，爱玩绿檀，绿檀其实对它那个绿檀呢，我也研究过，它主要其实我不知道啊，我要买那个我是买一些形，比如说买一些无相，或者是切的那种方糖形的那种的，是好看的啊。但是那个东西吧，就是带，它属于带类，就是带在身上的那种类型的那种文玩，我就不太喜欢。我喜欢起码就是我是有成就感的，比如像我喜欢那种树籽儿类的，我可以盘它，看它有变化。啊，看它从这个一个是白茬变成这个有颜色的一个过程，我喜欢这种东西。小叶紫檀，有朋友说老大盘小叶紫檀吗？小叶紫檀是不能盘的啊，也不是不能盘，那个东西吧，掉色。小叶紫檀那个东西掉色，掉色懂不懂什么意思？就是掉颜色啊，因为小叶紫檀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作为染料存在的一个树木啊，它是一个木头。而且什么分金星的啊，什么这种小叶紫檀，你买那个就带一带是可以的，但是你没盘它吧，也是能盘，但盘完之后都黑了吧秋的，反正也不好看啊。触碰到的如影的小金刚可以玩啊，小金刚可以盘，对，小金刚是可以的。散雨落入心底的声音，假如可以有朋友老大喜欢沉香吗？我买，大家看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有一串沉香啊，有个手串沉香，也是前一阵儿，也不算前一阵儿吧，快1年了，找朋友买的，那玩意儿是真贵，那玩意儿是真贵，贵就是好的东西是真贵，那玩意儿啊。但也盘不了，沉香是最不能盘的，它只能带，啊。轻轻唤着你，像温柔一瞬间抱紧。海南黄花梨，我都说了，对，这海南黄花梨一定是好东西，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木头类的，我只玩树籽儿，啊，就是果实的种子啊，这种东西我就是木头类的我基本不玩。啊，就是唯一有一个沉香，有一串沉香，对，其他的是我不太喜欢。可控支持翻飞着心绪。有朋友说我也买了串奇楠啊，真有钱啊！
献上百年，记住一个谜。然后玩了1年的文玩，发现是假的，怎么办？塑料的呀？你盘了1年塑料，什么叫假的？文玩没有假的，只有好坏。那如果就是你说假的，那就不是苏子儿，那是盘塑料，这很正常啊。有朋友已经告诉你了，盘了1年，发现它是个假的，怎么办？有朋友扔了，再买一圈也不是的。嗯，没有真假，只有贵和便宜，不是因为它是塑料嘛？塑料那确实就是假货了啊。塑料确实盘完就是假货了啊。金丝楠木能玩吗？就是那个东西很贵，然后是可以的啊，你喜欢就可以。有朋友说老大那个什么说一下龙脊菩提怎么盘？龙脊菩提那个东西是最容易最不用注意任何东西的，就随便盘随便玩啊，因为那个东西密度超级高，所以你可以随便玩。你想戴手套玩也行，然后用戴手套玩也行，就是每天在手上玩也行，或者你不盘它也行，戴在身上也行。人间爱恨悲欢，盼共同尝尽。深海为遗忘或远离。白玉菩提啊，白玉菩提我没听说过这个东西。白玉菩提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菩提根儿吧？我不知道啊，就我没了解啊，但我觉得大概率就是那个东西，菩提根儿。菩提根儿是文玩当中最便宜的东西，这是最便宜且不值钱的东西，啊。但是盘出来是好看的啊！你说的有朋友说就是啊，是吗？那应该就是菩提根儿啊，就是纯白的那种的，然后拿手里都是那种很透啊，然后你玩到最後都变成那种就有点像咖啡色那种的啊，那就是菩提根儿，那玩意儿最便宜啊，一堆。椰蒂不用盘，因为本身那个东西就是黑的啊，你最多是用手套抛光。就算常习惯了，暗淡了，消散。有朋友还是奶菩提呢，帅哥，奶菩提我不知道，我其实这个对菩提应该就是也是菩提根的一类的吧，因为我不是这个商家啊，他可能会起很多的名字给你，但是其实它是一种东西啊，他可能会起很多种东西啊。盘串小课堂嘛，我跟朋友们别介意啊，我跟我的这些就是文玩爱好者这些串友们聊个10份8份的串啊，各位就是如果是不懂呢，就稍微的那个什么啊，稍微的就是绷一会儿啊，稍微绷一会儿哦。就像突然又想起跟我同搭车那俩女孩了，跟我搭车那俩女孩最后说她俩是哪的呢？说她俩是安徽蚌埠的。他说他俩是安徽蚌埠，然后那个他还问司机说：“哎，你司机师傅，你知道蚌埠是哪吗？”司机师傅说不知道，然后他还跟人开玩笑呢，啊，就是网上说那个绷不住了那个蚌埠，啊，就是那个绷不住。所以朋友们就是我跟串友们聊会儿天，朋友们别绷不住了啊。却又会怎样？只为唯一的你靠近你，分享你抚平最痛的。然后我买了一个糖心玛瑙，好的，喜欢就好，你玩啥其实都是你的自由，你喜欢是最重要的啊。女生适合什么串其实没有什么女生适合什么串有什么串是适合男生适合女生的，都适合女生。前提是我建议就是女生玩这个手串玩文玩的时候，尽量买小尺寸的啊。当然也不是就是除了凤眼，小尺寸是贵的，其他的可能小尺寸反而便宜。比如就是你别玩那种特别大的尺寸特别大的女生，我建议玩的尺寸在6mm 左右啊，到7或者5都可以，但是别买太大的就行，就8以内的，说白了就是8以内的啊。女生玩的话8以内的，5到7都可以。对，
奇迹般的永恒的所以其他没有什么适合你不适合你的啊，没有，都一样啊，都那玩意儿。百香籽儿呢？百香籽儿是我接触最多的，其实啊，百香籽儿其实是我接触最多的一个东西，各种型，什么莲花呀，什么这个那个狮驼林呐、什么这种横打呀，各种洪崖口啊，这种的都，那是我玩的最多的一个文玩了。但是挺好啊，百香籽儿是挺好的，它整个的那个，因为它是一种树籽儿，但是它有好多种风格，所以是推荐大家玩的。那个东西也好玩，好玩的点是什么呢？你不需要去盘它，你每天戴脖子里就行啊，让它吸你身上的油，然后没事再给它上点油啊。剩一切荒凉，何妨余生完整，伴你跨过无尽的漫长。有7米的小鸟百香籽儿玩吧，反正就带着脖子就挺好的。盘花了，盘花了，其实可以下水去刷一刷啊。你如果有朋友说串盘花了，或者你很介意这个东西，你可以呢就去烧点热水啊，就可以热一点，其实没事儿，不用怕，因为这个树籽儿没那么娇贵。你可以什么呢？可以下水啊，下水就是用洗洁精去泡一下，泡完之后拿刷子刷一刷，给它刷干净了。然后呢，用清水洗干净了之后呢，那个出来拿那个卫生纸给它包起来，蘸水，然后呢放到密封袋里放一放啊。为什么要放密封袋里呢？就是怕裂了，其他的不怕，其实没那么娇贵的，没那么娇贵，文玩没那么娇贵啊。有朋友宁哥讲讲雷击木，我不懂啊。真当我是文玩博主了。雷击木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也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嘛，就是一个树，它被雷打过了之后呢，它的芯儿里边是烧，像那种火烧了一样嘛。雷击木就传说当中是这个东西辟邪嘛，传说当中辟邪。然后呢，但是这种雷击木呢可以玩，但是假的特别多，特别多啊，可以的。你喜欢的话，你就搞一个，但是你假的特别多，反正你注意别买到假的就行。金刚也可以洗吗？可以，金刚可以下水啊，金刚绝对可以下水，尤其金刚是下完水之后是最好的，不是最好的，就是它变色是更快啊，你下完水变色更快。隔空咫尺，翻飞着心绪，献上百年记。有朋友帅哥花了是什么意思？你看，串花了就是说明你没玩过嘛。比如说这一颗串啊，这一串它有几十颗籽儿啊。什么叫花了呢？就是这个是白色的，这个是黄色的，这个是深黄色的，这个是白色的，这个是咖啡色的，这个是黑色的，你就变成那种五彩斑斓那种的了，那就叫花了。因为它不顺色就不好看，显得脏了吧唧的啊，不均匀就叫花了啊，色不均匀就叫花了啊，懂吗？有朋友帅哥，你可以送我一串吗？我那两天，因为我买了好多串，我还真的是有一些108，我就拆了一些小串。我当时想要说在节目当中去送一些艺人什么的，但是我发现那些艺人没那么喜欢，我就在想要不要直播间抽奖送了。但是我总发现有一些朋友，咱家有一些朋友心灵很脆弱，比如像演唱会票没抢到，他脱粉了；黑胶唱片没买到，脱粉了。如果我在直播间去抽奖，我说我抽几条串没抽到，脱粉了。你说我给自己惹啥事儿呢？我在这儿。说实话，真的是太可怕了。而且脱粉也就脱粉了，我觉得那是一种缘分的尽头。我觉得脱粉了，那可能你因为这么一个奇怪的理由脱粉了，缘分尽头是 OK 的。但是有些是脱完粉之后还回踩。粉圈江湖绝学，脱粉回踩，哪个艺人都闻风丧胆。所以呢，基本就是没必要，我没必要给自己找事儿，所以就后来就算了吧，别发了，别抽了。
你往后远离，就算朝夕换了，黯淡了，消散了，却又会怎样？只为唯一的你。有朋友说，帅哥最近成绩上来了，110分，我考了107，哇，真棒啊，厉害，真棒啊！一看你就是以后就是一颗好苗子，一看你就是国家栋梁。以你这个水平，我告诉你，你继续努力，以后清华北大随便挑，人家都得你好好学习，人家都得就是邀请你去，是不是？好好努力，加油啊！你一定会有个光明的未来，没错。酸枣核呢，帅哥？酸枣核呢，就是各位，不知道，因为我没玩过，所以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通常是什么呢？酸枣核，因为凤眼嘛，这个东西叫凤眼嘛，就是当然了解玩都知道这个东西很贵，尤其小尺寸的，越小尺寸越贵。我记得，我就这2年这个凤眼涨得有点夸张了啊，特别的贵，已经贵到令人发指，就是贵到已经不理解了。很多朋友不太知道，比如像那个什么一串8毫米的8.3毫米的一串108凤眼，就这么一块素子啊，8毫米的，基本上现在市场价在35万到50万左右人民币啊。当然前提是同数啊，同数，而且每一个籽儿的形制是特别好的，而且都是那个没有糠籽儿，就是整个品相非常好的啊，同树籽儿啊，就是太贵了，我就觉得有点同树就是一棵树上的籽儿啊，就是这么离谱，哇，太离谱了。有朋友就纯农副产品，可不是吗？有朋友说万，对呀，你以为呢？所以我最近都不咋买串了，我最近都开始玩橄榄核了。搬套房子出去了，我给你肯定啊，那不是搬套房子，一辆车呀，买个啥奔驰奥迪的，那一辆车几十万那都是，所以真的是我的妈呀，太贵了，不讲理了。所以呢，就是因为这叫凤眼尼泊尔凤眼，因为它是从尼泊尔那边去搞的嘛，就你们去了解一下，详细我就不讲了。那但是呢，它属于什么呢？它属于枣科类，它属于枣科类的种子。然后呢，咱们这儿它和酸枣核是什么呢？就是一些酸枣也是咱们就是国内的一种植物，就是它里边的。太臭了你太臭了，你有点过于臭了，你太臭了。你有点过于的臭了，你有点，他身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东北话，叫做胶粘，他身上胶粘的啊。怎么？哎，你嘴这么臭，你舔我麦克风？洗澡，明天洗澡，明天送去洗。我今天刚回北京嘛，胶粘，有朋友什么意思？胶粘就是对，胶粘就是我怎么形容呢？就比如说你们家的那个吃饭的桌子，然后呢，经常吃饭也不好好擦它，可能就简单的擦一擦，然后呢，那个就是你家老妹儿，你有口臭，你在这闭嘴，把嘴闭上。
太臭了，一股海鲜味儿啊！你吃螃蟹了？你是狗里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怎么这么腥？就是胶粘的意思，就是你家餐桌半天就是吃了好多油垢，哎，就那种黏糊糊，你手一摸到上面那个感觉啊，嘴也碰臭，完了，黏唧唧，哎，就那意思啊，黏唧唧的。为你画一场雪，一杯酒，一片雨，赴一场美梦。若能吻你的手，你的眼，你所有悲喜替你承受。有朋友小狗臭了怎么办？他说小狗臭了扔了，再买一只。那怎么可能？聪明词语选过我的与你，别不敢放手。而我愿为烟火燃到最后，换一瞬回眸。我感觉戴蜜瘦了没瘦，胖死了。他是属于跟我一样，就是那种特别胖，但是脸小。他的特点就是脸小。他为什么能当女明星？就是身上再胖没关系，但头小，脸小。行了，孩子，你别待着，走，赶紧走吧，别上我屋里，你再给我地毯尿了。这样，朋友们，我去洗个手啊，给各位放个 VCR 啊。简直无语，简直无语啊，简直就是无语啊！有朋友说，当上超级明星什么感受？你采访我呢？你采访我呢？首先我谢谢你管我叫超级明星啊，没有明星，什么明星不明星？明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当你行了，你去吧，你别进来了，好不好？老妹儿，出去吧，出去吧啊！我真的怕你给我地毯尿了。哎，你别在后面围。刚才朋友们，他为什么着急？刚才他不老实，他着急走，拉屎去了。我刚出去洗手的时候，发现那个他去拉屎去了。然后聊聊 QQ 音乐 QQ 巅峰之夜，那个没啥可聊的吧？那个反正就是那天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当然咱家很多朋友去了啊，然后我没想到那么一个活动大家都会去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有很多艺人都在嘛，然后而且就是一个纯演出的一个场子。然后没想到去了那么多朋友啊，也辛苦各位了啊！当然感谢去现场的那些朋友，破费了啊，破费了啊，破费各位破费了啊！然后呢，就是那天反正我记忆比较深的就是那天牙肿了啊，
我以前像一只猩猩一样，就去演出了。我上台那时候已经是消了，我已经用冰袋敷了睡觉前敷，醒了敷，然后让那个脸已经变小了很多，我才敢出门去跟大家见面去。嗯。到的如影的记忆，散云落入心底的有朋友衣服没什么可聊的，就是可能那个里边衬衫比较透呗，是吧？那个开始的时候演出之前没想到，谁能想到？当时没想到，因为穿上衣服的时候是看不出来说那衣服透或者咋的，但你知道我唱歌不老实，总喜欢动，然后张开双臂，感觉是这种享受音乐、享受掌声、享受呐喊的这种动作一做，嘎就是有点透，但无所谓啊，那没什么，其实还好。百密一疏没你们说的我那么的矫情，有啥的呢？你们越这么说，我越觉得你们可怜啊，真的，我就觉得你们就是平时也吃的不太好。因为很多，你看你其他男明星很多都要不都光膀子给你拍一些那种帅气照片啊，各种八块腹肌那种的，那你人家粉丝都看得一清二楚了。咱们家就是穿个透一点衣服，你们都好像开心到不行，犯不上，没事儿，没有，都怪我。有朋友没吃过细糠，你属猴了吧？我给你杆儿你就爬呀，啊，你要爬到哪儿去？我就是客气一下，我说，咱家朋友们吃的不太好，然后你直接说，是没吃过细糠，你怎么？你不能这么说，你说不好吃不如爱吃，哎，可以这样轻轻唤着你，像温柔一瞬间抱紧，可控制时纷飞着心绪，献上百年，记住。有朋友说来新疆开演唱会，我第一个抢票。行了，我有机会去吧。啊，辛苦你了，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的支持。有朋友拉链开了没开吧？哦，没开。一个谜，人间爱恨悲欢，盼共同尝尽。深爱为欲望或远离，就算相喜欢了，暗淡了，消散了，却又会怎样？只为对，有过3巡要大场子，没事儿，等3巡时我研究研究怎么弄，然后，对，看看怎么弄吧。而且肯定要升级嘛，有所升级，有所不一样，真正的不一样啊。其实这一次，其实我说实话啊，朋友们，我这是算是行业内幕。其实对我来说啊，包括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演唱会，其实说句实话，我的演唱会已经把能够去花的钱就是1分都不带省的。我是这样的，因为我确实。我说句可能有点狂的话啊，说句可能有点就是狂的话，但你们听懂就听懂，听不懂你可以觉得我在装。我真的不需要靠演唱会来赚钱，我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我的演唱会，无论从舞台、音响效果，包括服装，所有的东西就是该花的钱我1分不省，我绝对不会省的，因为我觉得不至于啊，我真的不需要用演唱会来赚钱啊，我就是我想要说，对我是这样的。啊，更何况所以我从来不那个什么，不那个在演唱会上省钱。那所以呢，在下一巡的时候，我可能会做一些更不一样的东西啊，更不一样的东西。对，因为你科技在进步，舞台在进步，然后玩法在进步，我可能下一次做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不一样一点啊。要不黄牛赚大了，其实这个东西黄牛市场是避免不了的。每一个艺人，只要是
说句不好听的啊，说句可能也是狂一点的话，就是稍微受欢迎一点的歌手，他们家都存在于黄牛的问题。每一个就是你可能因为你是我的粉丝，你可能只看我的演唱会，但是你要去了解一下整个演唱会的市场，你就会知道，所有的只要在线上的这些歌手，他们的票都是很难抢的，他们都会有这种黄牛在其中钻空子。但这个东西我其实我不懂，但是我也不能深聊啊。就市场就是这样的，市场就是我不是说我认可这种东西，我只是也是无奈，我只是想跟你各位说抱歉啊，我只是想跟各位说抱歉啊，你们也不用理解我，当然也跟我其实关系也不大啊，我只是想说抱歉啊。痛的伤，奇迹般的、永恒的、灿烂的，剩一切荒。因为是整个这个运行体系的问题，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所以你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了。其实真的不是我的就基本上在线上的这些歌手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何妨余生完整，伴你跨过无尽的漫长。对，而且我说句实话，我们去做这个演唱会，其实你们可以所有去横向对比，就是我票，如果打个比方，我不能说我是最便宜的吧，但我一定是最良心的啊！我觉得就是在同等的这些歌手当中，我不能说最良心，我就是说我可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包括有一些可能靠后一点，我也不会，我可能就会跟别人不一样的价格，我会便宜一些，我就一定要良心，因为我就觉得没必要啊。但是话说回来，我还是有一些合作演出商的啊，我还是有一些东西的，所以我就是已经在我能做的范围之内，我已经尽力了，各位哦。当然你不理解也好，或者是觉得怎么样也好，我觉得我都接受啊，但是还是要感谢各位啊，还是要感谢各位啊。隔空咫尺，翻飞着心绪，献上百年，记住一个谜。人间爱恨悲欢，盼共同场景。尘埃为遗忘或远离，就算朝夕换了，黯淡了。有朋友重点买不到原价票，这个话题我真不想讨论了，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存在这个问题，这不是这是没法控制的，整个行业现在就是这样啊，但是我也痛恨这种行为，我是这样的啊，所以就不用多说了啊。我朋友可能今天喝多了啊，跟大家聊的比较多，但抱歉啊，抱歉各位消散了，却又会怎样？只为唯一的你，靠近你，奔向你，抚平最痛的伤。奇迹般的、永恒的、灿烂的，剩一切荒凉。何妨余生完整，伴你跨过无尽的漫长。有朋友说进组是得进组啊，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一阵儿我确实比较忙，就各种忙，也不知道在忙什么，但是也是有意义的事儿。我知道我在忙什么啊，进组就是会进的，朋友们别着急啊，不着急，会进组的，有朋友说唱歌、演戏、综艺哪个你最开心？啊，你看这有采访我的，是因为最近宁哥也没有什么采访是吗？唱歌、演戏哪个你最开心？这里想问一下，那个雨宁老师，那个
针对于唱歌、演戏还有综艺，哪个会让你更开心啊？我想说，嗯，都开心，都很快乐。我朋友直播，直播不算我的工作啊，直播其实不算我的工作，它不算工作当中。就像你说，对工作，直播对于我来说是玩儿，它是另一种东西。我的直播呢，主持人问说直播呢，我想回答主持人是那个直播对于我来说是我跟家人们团聚的一个时机，是一个我跟家人们在一块儿谈天说地的一个小天地，所以它不算是我的工作。为你画一场雪，一杯酒，一片雨，赴一场美梦。若能吻你的手，你的眼，你所有悲喜替你承受。宿命赐予，眷顾我的与你，便不敢放手。而我愿为烟火燃烧。我的直播就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喜欢看我直播，有些人呢看了我直播就觉得好像，哎，这人怎么这样？哎，这人怎么说话？怎么垮这么垮？他和我看到那个剧里边那个角色完全不一样，完了去魅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不会因此说要保持一个神秘感或改变我的一个状态，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任何行业都是在筛选，就是可能我的喜欢我的人，或者是就跟你像现实当中你的朋友一样，你的朋友你也在筛选，你在筛选什么人能跟你聊得来，什么人能接受你的好，看到你的好，或者是那个包容你的坏，是一样的。包括我们的直播也一样，或者是彼此的这种相识的这种契机也一样，就是彼此筛选啊。你能接受对方，那对方就可能跟你成为朋友；如果你接受不了，那就是没有缘分，那就是不合，那没办法的。其实这个是没办法的啊。同频的人，对对对，是的，你不能要求世界上所有人都跟你同频，他跟筛选朋友是一样的啊。最后换一瞬回眸。那就聊聊那个演戏、唱歌和综艺，对于我来说分别代表着什么？首先先说唱歌吧，你看我多正式的回答。我在想，我刚才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脑子就是一直头脑风暴嘛，我在想应该按常规的问题回答，还是说不常规的？因为常规艺人会怎么回答，然后不常规的问题该怎么回答？我不知道。突然正经了。没有，我是觉得唱歌对于我来说是老本行吧，因为我是从小，这个真从小啊，从小，因为这算是一个就是长访谈，并不是一个短的那种访谈，所以我可能会说的多一点有朋友随便说说，我不能随便说，我只要说就会给他尽量的多说，因为这样就是你在其实朋友们你可能不太了解，作为一个记者去采访一个艺人或者是采访一个人的时候，他更希望是艺人能够多说，而不是简单两句概括。如果你能够说的多，说的生动，说的就是更深刻，对于采访者来说，对于记者来说，他是开心的，因为他听到了更多。对，深度畅聊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就是唱歌对我来说，它属于我从小喜欢的一件事儿。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要当歌手。我说我以后就要当明星。我说我要当歌手。然后呢，其实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不知道那是叫什么，但是我也展现了我在音乐上的天赋吧。就比如像我们班会的时候，
班级里会把桌子围成一个圈儿，然后中间每个人带着小零食啊，然后中间有人会表演才艺、表演节目。那个时候的我，在班级里就是负责唱歌这一块儿，而且我们班我唱的最好，我唱的最好。然后在小学的时候，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小学开运动会嘛，运动会呢就会有那种班级里的人到那种校长那个平台上说，我代表3年2班为大会献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我是有的。就是我会到那个台上说，大家好，我是3年2班刘宇宁呢，今天是运动会这么重要的日子，那我代表3年2班全体师生给大家献上一首歌曲。广播室那时候还没有伴奏呢，没有伴奏，只有什么呢？只有就是你清唱。歌曲叫做，我记得那个时候唱的最厉害的一首歌，因为我小的时候嗓子亮嘛，别看现在你民歌就是有一些沙哑，但那个时候我唱的歌是什么？清唱了什么？我唱了一首军歌，已经回不到当年了啊，但是就是一首歌，就是这个。1、2、3、4，1、2、3、4，像首歌，绿色军营，绿色军营，交给我。哎，我好像讲过这个故事吧？当然这是其中一首，还有一首是什么呢？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无忧无虑，乐陶陶。但有一天，风波突起，哒滴哒，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指尖飞跑，哒滴，哎，这个还有就是那个，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哎，这种歌当时我小的时候唱了好多好多，所以就是有朋友说很复古，一点都不复古。那个时候学的更多的都是这种歌嘛，而且觉得这种歌好像才能上得了大台面儿。然后于是乎呢，我就是小时候就很想当艺人嘛，然后也中间也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啊，比如快乐男声啊，每一次去完回来都不快乐，快乐男声海选都落选，朋友们，你说多么的拉！每一次去参加海选，直接这个评委老师给你举牌，3个字，拉完了。NPC 都不是，拉完了。关于我快乐男声的海选，我以前直播都讲过具体的事儿。那具体呢，各位可以去考古看看我一路上关于快乐男声的这个辛酸历程是什么。第二是什么？第二呢，我后来我记得好多年后，有一个节目叫做《中国好声音》，当时也往那个好声音那个邮箱里投了好多的 demo。人家评委没有拉完了，直接没给我回复，直接没给回复，石沉大海了。那后来呢，就是接触了网络这一块，然后一点点一直也坚持做音乐，做音乐不敢说，一直坚持做音乐这行，就是当歌手一直唱嘛。所以唱到今天，终于有机会当做一个职业歌手，把这个东西当做职业了，所以我一定是很快乐的做这件事儿。尤其我又实现了我的梦想，歌手的梦想就是发专辑、开演唱会，又有喜欢自己歌曲的歌迷，我也做到了。所以唱歌这件事儿，你让我快乐吗？它一定是让我快乐的，但是它对于我来说有一点儿，就是不能说像上班嘛，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职业了。它缺乏了一些新鲜感。
可能有的时候我听到一首新的音乐，好听的音乐，哎，我那个新鲜感又回来了。但过一阵呢，发现没有什么好听的歌，那个新鲜感又没了。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但是它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一个存在啊，它就是这样啊，它就跟我爸妈一样，我爸妈他什么时候他永远都是我爸妈，我爷爷奶奶什么时候都是我爷爷奶奶啊，他就像我亲人一样，他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像你问说你爱你爸妈吗？我一定爱啊，我一定爱我爷爷奶奶啊。但是他们就是你会每天就是看到他们就欣喜若狂嘛，也不因为生活当中他们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没有特别复杂的那种感受，它属于一种本能，所以做音乐对我来说确实是快乐的但是它也有不同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那演戏呢，其实对于我来说是喜欢的，是真的喜欢的。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演戏，我说实话我真的不会演我真的不会演戏，就是不知道不会什么东西你都需要去唱歌也一样，你唱歌你唱着唱着你才能摸到点门道，但演戏呢，对于我来说是我喜欢的事儿。我喜欢这个是很难得的，就是我能够再去喜欢一件事儿，希望它成为我的职业，我的就是引以为傲的一个人生技能吧，人生的一个技能。就像你会骑自行车也是个技能，你会滑雪也是一个技能，那演戏呢其实也是一个技能只是说不同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会做饭，那你可能就会做出一桌子好吃的东西。那我会演戏，可能就会演出一部好戏，不敢说，演出一部戏给大家看好不好看，好不好吃，那是各位的东西。所以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说我有多努力吗？我一定不敢说自己努力，但是我确实用了心，去琢磨。而且其实我跟各位说，就想跟各位分享一个点可能这个点可能有一些争议，但是大家也可能不认同。所有艺术类的东西，我只说艺术类的东西都需要2个字：天赋。这是一定的。我只了解艺术类的，都需要天赋。天赋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是感谢这个我的父母，我的这个家族，让我在演戏上，我会认为我有那么一丢丢的天赋。我不是天才但是我有那么一丢丢天赋，让我很快的去能够理解它是一个什么东西。我真的因为我知道学东西，它有的东西是一瞬间开窍，但是我感谢我是有那么一点点天赋的，不多，有一点，但不多。但是可以足以让我在这个行业里生存，混得好不好另说，但是能生存。然后在我演戏的过程当中，我饰演的一个一个角色，然后被大家所看到，被大家所喜欢也好，讨厌也好，评价也罢，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首先我可以过不同人的人生，而且剧组就是一个小社会，在剧组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演员同事，然后呢，工作当中的所有的同事都是不一样的人。如果我不演戏，我可能碰不到这些人，也见不到这些社会，也不了解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有很多的收获，有很多的收获。所以演戏这件事儿，现在目前对于我来说，也还是充满兴趣的，而且它是我需要不断去努力且精进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是现在这么一个存在。而且我非常期待我的下一个角色会是什么样子，我会演成什么样子，观众看到之后是什么样子，我很期待。我也很喜欢，对，很喜欢。
那综艺呢？综艺对我来说，其实我也是，我一开始不会录综艺，现在也不会啊。哎，为什么要补这么一句？综艺这个东西，我最开始我记得我出这个行业，我第一次录的一个综艺叫做《我们的师傅》，那个综艺录的非常的懵，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啊、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不知道综艺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自己要表现什么。然后呢，后期就也没参加过什么综艺了，因为第一是没人找我啊，当然也有人找了。有人找，但是那个时候我都在拍戏，就没有上什么综艺。我觉得综艺就是每年，我觉得开始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每年有一个综艺、2个综艺，但是我只上音综，我像那种真人秀类的我就不去了啊。当时考虑的是，第一我不会，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我有直播，我直播就算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小综艺了啊，我就参加音乐综艺就可以了。但后来这1年包括2年。参加的综艺也相对多了点，也不算多啊，就是固定的几个音综我肯定去的，像原计划我肯定是去的，然后我自己从第1季开始又开到第2季的2个综艺，第一个是开推，第二是地球嘛，这2个综艺。然后其实我觉得录综艺我也觉得是收获满满，因为你看，就像朋友们是这样的，我觉得人生是需要阅历的。就像我前2天回了一趟丹东，见了点东西，我今天在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给大家分享，我就有话跟你们聊，我就有事儿说，然后就会有思考。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去录综艺，你去接触新的人，你就会获得新的东西、新的信息。你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就永远不会有新的一个理念或什么的。综艺呢，我觉得就是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对综艺来说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对综艺来说没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综艺好像就是，不能说不务正业吧，就是它不能称之为作品的一个东西。比如像我唱歌，我发一张单曲，这个单曲这一首歌是一个作品，在我们的酷狗音乐播放器上，它是一个作品啊。刘宇宁，你有什么作品？你唱过什么歌啊？酷狗一搜。你是干嘛的啊？我是录综艺的，这个就有点难受，对吧？所以我一直觉得综艺的所有东西不能称之为我的作品，演戏可以称之为作品，因为那是一部剧，然后歌是一个作品。我就觉得综艺可能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的重要，我就觉得它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调剂，我可能去跟好朋友聊一聊，玩一玩。然后去感受一下综艺里的欢乐氛围，然后又能让及时的播放，比如说录综艺比较快嘛，拍戏1年才能看到我，然后那综艺呢可能1-2个月就播出了，可能也保持一个朋友们能够看到我的一个间歇度，然后让大家知道你刘宇宁还活在这个行业里。但是你录着录着你会发现啊，我这人想得多，录着录着综艺你会发现，其实综艺这个东西啊很厉害。我说这个工作很厉害，它甚至要比演戏厉害，甚至要比音乐厉害。现在在我心里啊，为什么？有朋友说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综艺是最难的，真的是最难的。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唱歌，一首如果你不是原创歌手，就比如说我，别人把歌写好了给你，你去按照这个情绪唱就好了。你加上自己的情绪，加上自己的处理，你可以唱，你可以有一些设计，包括你的感受加到里边，但是它有固定模板，它有一个固定模板，你做的所有的事儿都是锦上添花。但是呢，戏也一样，戏是一个剧本大纲写给你了，你的角色赋予你了，你的角色可能已经足够优秀了，足够有魅力了，然后如果通过你的努力让这个角色更加生动，更加的复杂，更加的让观众所共情，那是你的能力。但是它有个底子在这儿了，它有个底子在这儿了，而且失败了
你可以，但是我不会啊。但失败了，粉丝会帮你说，剧本不好，导演不行，制作太差了，宣传跟不上。他是有说辞的。但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当然也存在啊。我只是想说的逻辑是，它是有个固定模板和一定保底的，但综艺完全没有。你成就是成，你败就是败，你行就是行，你不行在里边就跟傻子一样。没人告诉你该做什么，没人告诉你该做什么，没人告诉你做这件事会不会遭人讨厌，你这个是不是好的人设。你可能去综艺之前你设定了一个好的人设，但是别人不接你的戏，你就会跟一个傻子一样。所以综艺是最看临场发挥和大脑急速旋转的，是非常锻炼人的一个存在。而且这是第一，我说是工作里边的东西。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这个综艺里就是不出彩，跟这个出彩不出彩并不是跟他长得好不好看有关系，而是跟他的反应能力和所有做出来的事儿的一个在大众面前的一个状态。而且综艺是这样的，你可能做艺人你会有人设，你会跟粉丝保持神秘，但是长期的综艺就会很难受，因为人可以装一时，但不能装一辈子。如果你能装一辈子，你也是牛，你懂吗？所以综艺时间录的一场会暴露本性，这个是特别那什么的特别惨特别难的一件事儿。综艺比的不是什么了，综艺比的不是你的人设了，不是比你的长相了，长相可能会在一点优势啊。我跟你说，综艺比的是人格魅力，它不是剧本赋予你的人格魅力，它不是一首好听的歌赋予你的坚强意志，它是你作为艺人本人的人格魅力。你可以去演出一个人格魅力，如果你演得好，你也牛，你也牛但前提你能演得好，就说明你是个极度聪明的人，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综艺还有一点是非常棒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带给别人快乐。真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能够带给别人快乐的人，我以前没有感觉，但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带给别人快乐这件事儿太伟大了。我不是在称赞我自己啊，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太伟大了。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生活上的难，生活上的不容易生活上的不开心，柴米油盐酱醋茶嘛，对吧？然后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这些东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各自的难处，但如果有一件事会让我开心，我就觉得很好。比如说我盘串我很开心，我就觉得这个串儿很好玩很开心，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快乐，我开心，很棒。很多朋友们看综艺觉得哇好搞笑啊，那一刻我可能笑的已经鼻涕都出来了，那一刻我觉得那些人很伟大，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带给别人快乐这件事非常的伟大，这也是让我找到一些录综艺的一个意义。所以尽量有可能是包括我在直播当中，我直播当中有的时候把我自己变得像一个小丑，就比如像朋友们说我帅哥，我就会很开心。但我真的开心吗？其实我真的开心不重要，但是我希望你们会因为这个点所开心，这就是我想做的，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挺厉害的。所以综艺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我以前是不能说不喜欢嘛，就是以前觉得它没那么重要，但是我录了这2年的体会，就觉得它很重要，它也是很棒的一件事儿，而且它是这个行业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而且能够把综艺做好的人，把一档综艺做好的人，无论从导演组也好，从制作方也好，从平台也好，再到那些所有的嘉宾也好，他们能够把这个综艺做成，带给别人快乐，让更多人看到，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很厉害啊。In the arms of the
这就是我对这个3个行业的浅浅的一个见解。有朋友宁哥 OST 和直播唠嗑哪个更开心？你是来找事儿的吧？哥们儿，今天你是来踢馆的吧？啊？什么叫 OST 和你直播唠嗑哪个让你更开心？谈谈直播啊，直播就不谈了，你们看就好了。On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you're in the arms of... 有朋友说 OST 赚钱呢，你什么意思？不要把这件事说的这么的肤浅。难道我接 OST 是因为赚钱才接的吗？难道就不能说我有音乐梦想吗？说什么屁话？什么叫我 OS 赚钱倒也不假了。有朋友赚钱最重要，当然赚钱很重要啊，但是在我这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想说，朋友们，赚钱不丢人。就是你拉下面子放下尊严这件事不丢人，没什么，只要你为生活为自己的未来去拼搏去努力，你不丢人，你只要不违反道德不违反那个法律，我觉得你任何赚钱的方式都不丢人，对吧？我以前你一样，我有啥我从来不觉得什么是我做什么事儿是很丢人的。我也经常在直播间，我跟大家说，我说我以前卖过衣服，在餐厅做过服务员，在火锅店做过服务员，在洗浴中心当过服务员，啊，都是在后厨做过厨师，都是一些就是正常的这种就是大众选择的工作。而且我说的那种我做过这些行业，并不是跟那些很多人说大学期间去什么呢？去那个勤工俭学的那种做过。No， 我任何一个行业都做了2-3年以上，没什么丢人的，不丢人。我以前就一样啊，以前我就在那给人端盘，人家服务员过来，哎，你好先生，你好，怎么了？这菜怎么炒的？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去后厨，你直接就是你知道吗？啊，在后厨给人传菜。啊，后厨给人传菜，就是人家那个什么那个厨师说是来刘姨娘，我说怎么了？怎么了哥？把这个端过去，你磨叽什么呢？好，丢人吗？不丢人啊，你丢什么人？你同样也对所有人低三下四呀，一样啊，没有丢人的，赚钱不丢人。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你干一行就爱一行，你做服务员的时候，顾客就是上帝，你就不能惹了人家，你就不能得罪人家，人家可能会有些许的刁难于你，但是你也得尊重，你也得包容，因为你就是干这行的。你做服务员，那餐厅的利益就是你最大要守护的东西，如果你的心态是我干服务员，餐厅黄不黄跟我没关系，我跟你说，那你永远任何一行都干不好。我不知道，我是这样给我自己的规划啊，因为你只想到自己的那点小事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格局其实格局决定你的去到哪儿啊。有没有像干广告的呢？你说我像干广告的？不是，我不知道啊。
有朋友老大，你实现了梦想什么感觉？实现了梦想什么感觉？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实现了梦想很爽，很开心，非常的过瘾，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过瘾，非常的爽啊！非常的爽。有朋友说也有茫然吧？我说当然是爽爆了，那当然是爽爆了，很爽啊！有朋友算成功了吧？看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你的成功是我攒1万块钱就是成功，那你人生当中很成功。如果你的梦想是攒100万才算成功，那你攒到100万的时候才算成功。就是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没有什么是成功，是你心里的成功，而不是别人口中的成功。有朋友实现梦想之后想干些什么？实现梦想之后不知道。我也常常责怪自己，不是我也常常在问自己吗？啊，那你的成功是什么？我的成功是什么呀？不告诉你。今晚怎么如此伤感？也不伤感啊！刚才我们是一个搞笑的开启，那算了，我不聊了啊。有朋友说拍戏和唠嗑哪个更开心？你就是故意，你是不是找茬呢？这种的，你就抓我语言上的漏洞，对不对？拍戏和唱歌，不，拍戏和直播唠嗑哪个更开心？我想说什么呢？跟开不开心没关系。我跟你们唠嗑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在你家跟你妈、你爸，或者你跟你妹、跟你朋友在炕头上嗑瓜子在那聊天。但你能天天跟你爸妈在炕头嗑瓜子聊天吗？那你也没什么出息了吧？你还是得出去工作，出去努力，出去打工，对吧？你没事，有朋友说个别理他，我可以回答的，没事，对吧？你不能天天炕头搁家一待，就炕头就是在那一委屈啊，小棉袄一穿，你就搁炕头跟你们唠嗑、看电视、看连续剧，不能，你还是得出去上班吧。我拍戏就出去上班去，偶尔回头炕头跟朋友们聊聊天，这是不矛盾的，各有各的开心。你不能天天搁家开心去了。迎着风打碎了寒霜，把山河丈量，提青阳。地平线就在远方，轻轻的摇晃。然后开始推礼拜4有意思吗？挺有意思的，挺好的啊、因为它节目上来说，它每一季都会有一些升级，节目上的设计每一季都会有升级嘛，他就也希望尽量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多的一个惊喜嘛，你不能就是去年什么样，今年再没有任何的提升，我觉得那个就是可能会让观众就把期待值，因为都希望就是比如说第一季播完了，那都希望第2季更好嘛，第3季更好嘛，第4季到了也希望更好嘛，他肯定要更加完善、更新鲜嘛，也给大家一些新鲜感，所以录的也挺开心的啊，可以的啊、挺好玩的，但就是累啊，朋友们。录开推啊，真的是我录的最累的东西。你们知道，就录开推啊，就是我也录过一些综艺，唱歌也好，或者是旅游的也好，就是开推是我录的所有综艺当中最累的，最累的那种累呢，
就是有些节目是费脑子，有些节目呢是纯体力，但这个呢是双重 buff， 你又得根儿嘎走一天饱一天，又得费脑子烧脑一天。就是我录节目没有录过腰酸背痛的时候，只有录这个节目，录完节目腰酸背疼的。南过千重山岗，身披着辽旷的月光，迎过了奔腾的浪。很多朋友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健身嘛，对吧？现场肯定有男士朋友健身的朋友，或者女士健身的朋友。你知道健身里边有2个字叫做力竭，你知道吗？比如做哑铃啊，做哑铃，比如说做到力竭是什么意思？就是做到再也举不动了，那个叫力竭。路多长啊，我录那个综艺就录完之后力竭了，朋友们。少时会默坐场边，写下9首盛世的诗篇。风还未满，月还未圆，催促着我狂奔向前。烈酒敬苍原，塞外风沙如剑，我纵马扬鞭，追赶万里云烟。山川在后退，风为我加冕，你的双眼闪烁着火焰，长风破琴弦，赶走了无情。哦，那你还喜欢去？我确实喜欢去。痛并快乐着，就是这样的啊，因为我是喜欢那个节目的，就录得很开心，录的开不开心呢？肯定是开心的，好玩的。但是累不累呢？是真累，太累了啊！但那个节目呢，我这人就是那种啊，特别贱，我这人就特别贱啊，就是我是这种的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开推对我来说是个工作嘛，啊，它是个工作内容之一嘛，它是个综艺嘛。就是这种，比如说有些节目我一录的特别轻松啊，有些节目是录的很轻松的，录完之后我就在心里嘀咕，我说完了，这么轻松录完的节目能好看吗？这跟玩似的，节目能好看吗？然后我跟导演说，要不再来一趴吧？我们这会不会有点太敷衍了？导演说不，效果够了。我就那行吧。我心里反而不踏实，我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有朋友没苦硬吃，不是没苦硬吃，就是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希望它成。如果我要去糊弄的话，我就不做了，我就不去了。我这么多年就是这么工作的，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我一定希望把它做成，而不是说啊差不多得了啊，可以啊，行，那我就不去了。我为什么要去啊？我为什么要去？那我是干嘛？去赚钱的吗？那我就还不如搁家待着呢。我是这样，也精益求精谈不上，我要给自己心里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告诉我自己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策马向南，然后敬业也不是敬业，这是我的一个就是自虐的一个心态吧。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会这样的，所以。就是我这是很矛盾啊！我是那种，比如说很快收工了，我说今天内容素材够吗？我想想可能够了，差不多够了啊！我还得自己过一下，我还替人导演组担心呢，素材够不够？我有病，我真是有病。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替导演组担心，我是觉得我白来了，这节目播的不好，效果不好，不好笑或者不好玩，那我来的意义是什么？这不会影响我以后的事业发展吗？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录开推，我操，太多了，开推我就崩溃了。早上去了，先录小游戏，朋友们，大清早上去录小游戏，什么小游戏呢？你们看过那个开推肯定知道，比如像什么屁股上拴个小盒子往外甩球那个，往外甩球啊，把球甩出去了。甩完之后那种小游戏啊，一般早上先录那个，录完之后呢，好，那个补妆，接下来干嘛呢？去拍照片，拍集体照。集体照我们每次一录是6个人嘛，就去现场，嘎在那一站啊。有的时候我去早，有时候我去的晚，这都无可厚非，但是要凑齐6个人才能去拍嘛。大家也知道，我这个做艺人所有的行业中，我最讨厌做的事儿就是拍照。我
最讨厌的事就是拍照，不是说因为我是赌神，我不爱拍照，不是那个，因为赌神就是不爱拍照嘛，我不是那个境界，我就觉得人家长得好看，一拍就出片我是干拍不出片就很难受。啊，当然现在最近还行啊，最近还行，就出片率是高了一些啊。然后呢，去了就先拍照啊，拍这个拍不行，这个拍啊，这个角度，哎，这个角度，来，OK 啊，好，哎，好，拍完，拍照拍完了 ，OK， 刚准备缓一缓，哎，等一下，那个咱们再来一个，就是那种花絮的那种照片儿。我说好的，没问题啊，嘎，再来一顿花絮的那种照片，咔拍完了，又拍一组照片，好嘞啊，准备开始录了吧，是吧？啊，差不多了，我准备开始要烧脑了，我要今天开始要骗过所有的人了。这个时候，等一等，各位老师们啊，咱们要拍一个宣传视频。好，宣传视频，咔拍完，拍啊，拍完宣传视频啊，拍，各种那种，这就是所谓那种小视频啊，就是那种跳过来。我是刘宇玲，我同意开推。我是刘宇玲，我同意开。那样弄什么那种的啊？要不就嘎变装视频，就拍那种东西，我也不是莫名其妙，我不重要哦。然后终于这一系列完事儿了，好吧，开始录节目了。这个时候，你的身份卡你都快忘干净了，再马上把身份卡看一眼。我是出生在一个小城市，1996年的时候，我到这个工厂上班，然后在里边结识，再看一遍身份卡。开场的时候台词是什么样，跟谁进来了，跟谁对什么词儿，然后 OK 把这个词儿给看完之后，开始录到一半的时候，大概他有一个转场，因为有些景需要转场。好的，各位老师们，那个不好意思，来，咱们要拍一个这个宣传海报了。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朋友们？我们早晨在干嘛？我早晨拍的那个是物料，我们现在就是用那种宣传片的那种正式的海报。我这边想的凶手是谁呢？告诉我拍海报刘宁老师稍微这个眉毛舒展一下。我在那就是我拍照的时候，我在想，凶手是谁呢？谁是凶手？今天我看他挺正常的，他不像凶手。这个时候，那个拍照老师，刘宁老师，你把那个眉毛舒展一下。我说到底是谁呢？眉毛太紧绷了，稍微笑一点，稍微放松一点啊。好，拍完之后 ，OK， 拍完之后，然后估计要那个什么，又补妆嘛。补妆好，继续开始录刚才发生了什么？再想一遍。OK， 好，我哐拍一天，录到大概几点呢？大概录到了，就是你们也知道收工几点吗？11、12点嘛，录完了，终于完事儿了。完事儿了，准备我说朋友们，今天宣布完那个什么凶手是谁，钥匙发完了收工了啊，朋友们辛苦了，各位老师。然后这个时候，不好意思，那个宁哥得拍单人海报。我说单人海报是单人定妆照，是每期都会有的。好，接着再补妆，再走到那个影棚，再去拍一个单人海报，这个时候才可以收工。漫过了风浪，一生思念像是天地之间，踏着清风深深入雪，是个明月始终刻下纯纯历劫，朋友们。我觉得不是，朋友们跟节目组没关系，问题在我，因为我看人家几个小伙拍的很高兴了，我看其他小伙拍的可高兴了，老开心了。你这我不是说替他们说好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节目组的东西拍完了，他们团队还要给他拍。他团队呢还给他现场布景，说那个收工了，那个定妆照拍完了那个我们这个给你布了个景，来拍2张吧。哇，可帅气了，过去嘎嘎拍。然后拍完这个，他团队给他拍完之后那个什么，那咱们团队还有2个小视频拍一下子。我看人拍的也挺开心的，所以我在想说，我这个人就是开始内耗了。我说
我已经拍的都挺开心，为什么我拍那么烦躁？哦，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绝对是我的问题，跟他们没关系，跟节目组没有任何关系。迎着风打碎了寒霜，把山河丈量，提青阳。地平线就在远方，轻轻的摇晃。有朋友说，如果你工作室喊你拍，你会不会一个大飞脚？那倒没有，没有那么不尊重他们了。有一天晚上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是这样的，然后呢，我团队呢，我都已经收工了，收工了，在那等最后一个定妆照呢。然后我团队跟我说，就说宁哥，你看那边有个景啊，他说老板，你看那边有个景。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一会儿收工了，那个咱拍几张照呗。我当时眼神是这样的，朋友们，你在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工作太轻松？你是不是有点不想干了？你是就是觉得你想跳槽，直接说，没必要用这种方法让我强行给你开除了。我说你再好好说一遍。然后他们说啊，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我说你最好是。传送南国千重山岗，身披着辽阔。但其实后面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因为那个景是周柯宇他家布的，他们就想着，因为他们知道我很烦躁，他们故意逗我一下，说意思看看，如果真的跟老板说，老板能不能疯了，老板会不会给我们开除了？月光赢过了奔腾的浪，不问路多长。少时会莫作长。有朋友谁信你跟员工这么说话？我就跟员工这么说话，你别把我太美化了。我对待工作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对待工作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是老板，朋友们，我是刘氏集团的太子爷。写下九州盛世的诗篇，风还未满，月还未圆，催促着我跨门向前。夜久经长远，塞外风沙如剑，我纵马扬鞭，追赶万里云烟。山川在后退，风为我加冕，你的双眼闪烁着火焰。长风拨琴弦，弹奏了5000年。我策马向南，踢下春意无边。马蹄声渐远，漫过了纷乱。有朋友说老板好严肃，刘老板好严肃，没有开玩笑了，我没有那么严肃啊，我没那么严肃啊，但是工作就是工作，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我这儿没有什么能大于工作的。当然，人家也是让我工作啊。上山如卷，追赶明月啊，气吞河沙。有朋友说王者荣耀你代言了吗？没有代言啊，别往别，我们就是这种啊，我们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啊。是什么就是什么啊，我们没有代言王者荣耀啊，没有啊，咱也没必要去舔啊。我跟王者荣耀的合作就是什么呢？就是合作那个就是那个马年皮肤，然后唱了个歌，然后希望他，当然我平时也是玩这个游戏的，就很喜欢啊。有朋友老大，你3根那儿怎么总有个黑黑的？我就是那个没洗澡，有点脏。那这是灰，就是阴影啊，这阴影。因为山根太高了。
就会有这样阴影。山根矮的人体会不到。我纵马扬鞭，追赶万里云烟，山川在后退，抚慰我加冕。你的双眼闪烁着火焰，长风拨琴弦，弹奏了5000年。我策马向南，踢下春意无边，马蹄声渐远，漫过了风浪，一生思念响彻天地之间。他的清风啊，江山如卷，追赶明月啊，西城河山。又有朋友问我，宁哥你玩不玩蛋仔派对？你开播已经有人是你姐过来问的吧？不玩蛋仔派对啊，你玩吧，加油。你玩不玩蛋仔派对？因为宁哥我不太会说中文，我是海外粉丝，没事儿，不用会说，会听就行。啊。然后宁哥玩不玩洛克王国？不玩啊，我网游我很少玩，我网游基本不玩。我就是我网游对于我来说吧，除了我合作那些都玩，不合作的基本都没玩过，甚至刚刚有朋友说什么都没玩过，逆水寒玩。和平精英是不玩，以前玩啊，现在也不玩了。王者玩就玩王者嘛，和平精英也玩嘛。触碰到的如影的。最近有一个游戏叫红色沙漠啊，这个但是我算了，我发现我的直播间是聊2个东西是完全不感兴趣的，因为我可能直播间那个男粉比较少，玩游戏的就更少之又少。最近玩那个红色沙漠就玩了一下，然后最近比较有争议的一个游戏啊，然后还有就是对红色沙漠玩的怎么样？挺好，单机游戏，散雨落入心底的声音，假如可以这样轻轻唤着你。有时候女生也玩，我知道，就是我说的单机游戏，基本那个就是那种3A 游戏，女生其实玩的相对比较少，玩那种武侠网游什么的，逆水寒呐，包括像最近什么烟云那些都那个玩的也比较多。我看很多朋友拿很多里边那个人物的皮肤去做黎16什么玩意儿的，我看到了啊，挺好的。死亡搁浅也玩，对，就是那种大型游戏我都玩啊。有朋友我看有个朋友一直在刷屏说聊聊丁程鑫，我就不太爱聊别的艺人，因为什么呢？都是很好的朋友，我聊多了聊少了都不太好，我就别整得像我蹭人热度似的。除非真有什么事儿好玩的事儿跟你们讲，你让我在直播间去评价一个人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是我说我跟他关系多好，或者我跟他怎么样，没意思，没意义。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如果我们之间发生好玩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没问题的啊。莫名其妙去聊人家，就是会有点生硬啊。隔空咫尺，翻飞着心绪，线上百年，记住一个名，让人爱恨悲欢盼共同场景。深海为遗忘或远离。你好，星期六，聊一聊。那个没啥可聊的，那个聊啥？就挺好玩的，对，因为我就是有好久没去嗨6了，然后呢，
上次他们就说那个说嗨六去录一期，然后我就说，哎，那就去玩一期呗。然后我一问是那个什么哪个组，他们说哦那个是百日提灯他们剧宣，我说哦那正好，因为我给他们唱歌了，我说给他们唱歌了，那就去玩一期吧，挺好的。对，我就去了，然后都是熟人嘛，大部分都熟人，然后就很放松的录一期，然后跳舞，就是那个嘟，跳舞啊，哦跳舞啊。一提到跳舞，骄傲的嘴都要上天了。骄傲的，最近也没有，最近舞跳的有点多了啊，莫名其妙的，但是无所谓，就是玩爱好嘛。你说让我精进它，我就觉得算了吧。就算潮汐换了，暗淡了，消散了，却又会怎样？只为唯一的你靠近你，分享你，抚平最痛的伤。奇迹般的、永恒的、灿烂的，剩一切荒凉。何妨余生完整，伴你跨过无尽的漫长。有朋友说宁哥，你已经好厉害，播了3个小时了，是吗？时间过得这么快吗？3小时05分了，那我觉得差不多了。我再跟大家聊会儿，我就差不多关了。因为我刚才打算也是10点半关播了，但我没看时间，没事，那就再聊一会儿。再跟大家聊一会儿，很开心。老大唱一首歌好吗？对我的音乐如此的痴迷，女人，你该不会也沉迷于我的音乐吧？没关系，我知道你只听我的音乐。OK， 是的，帅哥，那就唱个啥歌啊？空迟迟翻飞着心绪，献上百年，记住一个谜。人间爱恨悲欢，盼共同尝尽，尘埃为遗忘。算了吧，女人，我就不唱了，因为明天呢，我是彩排演唱会，我要保留一点体力，在明天的演唱会当中大展旗鼓。没错，明天是我的演唱会彩排日，所以我要保留一点体力，在明天能有更好的发挥和状态。就算朝夕换了，暗淡了。其实，在 QQ 音乐巅峰盛典的那一天，也不是啊。我前2天去拍广告去了。我现在拍广告去哪儿了，朋友们，你知道吧？我前2天拍广告去那个天津了。天津有个体育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场有天津的朋友们吗？在场有天津的吗？有天津的朋友吗？天津有个体育场，足球场有一个。足球场那叫啥足球场来着？去了趟天津，对，没错拍东西去了，拍广告去了。叫什么足球场我忘了，是泰达吗？那我不知道啊，应该好像是。然后我就去了之后呢，那个啥，然后足球场嘛，我一到那个场地，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第一反应不是说它是个足球场，我就在想，因为那天晚上超级冷。天津那天是最低温度是9度，然后我们拍摄都在凌晨，晚上半夜拍嘛，晚上拍，最低温度是凌晨，是9度，然后体感温度是6度，非常的冷。
我当时到了那个体育场里边，我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我的天哪！如果我在这种体育场里面开演唱会的话，我的粉丝应该会被冻死吧？别说我的粉丝了，就是我想穿点薄的衣服，我看都未必能行。却又会怎样？只为唯一的你靠近你，分享你抚平最。所以刚有朋友说要在鸟巢开演唱会，鸟巢当然是可以开，但是近期肯定是不行，因为人是怕冷的。各位花了1000多块钱，可能甚至更多的钱去那个演唱会当中，被冻成了冰棍儿，我觉得犯不上。痛的傻，奇迹般的永恒。那如果往后的话，今年鸟巢已经被订完了，今年刘宇宁你排不上号了。如果想要开的话，那要排到2027年了。灿烂的剩一切荒凉，何妨余生完整，伴你跨过无尽的漫长。有朋友说，那你也可以选天暖和的时候来天津呢。我想跟这位朋友说话，我想跟这位朋友说一句话，你说这话简直就是放屁。我告诉你了，我去天津去拍什么东西？我去拍广告。我去天津拍广告，哇哦！然后虽然我是刘氏集团的刘总，但是难道我可以跟我的商业合作伙伴我说天暖和再拍，你给我放放好不好？我的朋友跟我说了，要天暖和再来天津拍。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时间是不等人的。我哪有那个权利告人？我说天哪，我再拍太冷了，拍不了。一旦让人品牌爆出去说刘宇宁耍大牌，你说我该如何是好呢？别看我平时张牙舞爪、光鲜亮丽的，但是在这些品牌面前，在这些所有的平台面前，我依然要低调的像一粒沙子。太可悲了。今天品牌跟你说，刘老师你好，今天辛苦你了，外面天有点冷，辛苦你配合一下拍摄。我说不，这么冷我绝对不拍。如果这事爆出去，你说我该如何是好呢？为你画一场雪，一杯酒，一片雨，赴一场美梦。若能问，有人说你去体育场拍什么广告？没错，就是去拍啤酒广告。没有了，哪有什么啤酒广告？你说你去体育场拍什么广告？没错，去拍的就是洗衣粉广告。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人在踢足球的时候把衣服弄脏了，这个时候蹭上了青草还有污泥，那如何清洗呢？请拿出你的洗衣液。你的手，你的眼，你所有悲喜替你承受。宿命赐予，眷顾我的与你，别不敢放手。而我愿碧浪吗？不然呢？是拍碧浪广告啊？我就是啤酒，哪有啤酒啊？不合作，啤酒不合作啊。为烟火燃到最后，换一瞬回眸。对，为什么一个体育场的一个话题延伸那么久？是的啊，所以就是去拍了点东西，所以这当时就想，我说这个如果最近在那个体育场拍会冷死的，那就算了啊。我寻思要是
但如果去南方好像还好啊，南方好像还好。对，南方如果开个体育场应该是没问题的。有朋友说红色沙漠如何赚钱快？有一个最好的办法给我记住了，就是开修改器，超级的快。然后帅哥讲讲嘴肿了，嘴肿了就是没有，就是那天确实肿了。我发现就是每次我之前有一次是牙肿了，然后那个时候是王者荣耀的一个活动，然后那关键时刻牙肿了，但是还好，我还想说，我说这么多年奔波了这么多年，工作了这么多年，这种在演出当中突然有一些突发事故的事儿，已经算少的了，挺好的了啊。那天我是演唱会。演唱会完事，我那两天牙疼到不行，哦，我有个蛀牙疼到不行，然后呢，就是我开始想是忍着，我说把那些什么那就是在上海演唱会完了，不就是那个上海，去迪士尼拍那些东西嘛？我寻迪士尼活动完了之后，我再说，我就等我回北京再说。但那天迪士尼完事之后，我实在忍不了了，我大半夜给我疼醒了，我就觉已经睡不好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去弄了一下牙，把牙治了一下啊。然后治完牙那天不就是那个咸鱼直播吗？那天晚上做那个根管治疗，我不知道有朋友知道啊，就是根管。什么叫根管治疗呢？我其实之前也不懂啊。做根管治疗，然后就是把神经杀死，对，根管，然后就是杀神经嘛。弄完了之后，他就说牙是有点那个牙根有点问题，所以就治疗一下。我就想说，那就治一治嘛，尤其就是牙好，可能就是寿命会长一点嘛。对，作为治疗的时候，就把这里面门牙几颗牙给治了一下，然后结果就肿了很正常，然后就是，但又没想到肿那么厉害，啊，后来但是还好，这没啥，就是有点疼，有点遭罪，然后就是，但现在已经消了啊。根管要治好几次，是我过两天还得去啊。行吧，朋友们，差不多了啊，我也那个什么，一会儿还一堆事儿呢。明天彩排我还有一堆事儿要对的。那在这里呢，也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也希望大家刚才跟我度过的这2-3个小时是开心的，好不好？在这里呢，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都过得愉快。那咱就下次直播再见喽，拜拜。无人讲的心